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俊。站在2026年 ，SpaceX 刚刚完成了对 xAI 的收购整合，市场普遍预期它即将在2026年完成 IPO。那今天我们邀请了前 SpaceX 的火箭首席制造工程师 Louis 一起来聊一聊，这是不是人类文明扩张的前奏？那接下来就是我对 Louis 的访谈。你今天开始从这里开车到洛杉矶，也就是你刚好开进你的家门口的时候，你最后一滴油刚刚好用完了。这个就是火箭。如果今年 SpaceX 真的上市了，主流市场 OK 对太空这个赛道，我认为他们是真正的买单。就 SpaceX 第一个找，然后来扩张整个 SpaceX 生产并且开发流程的，其实是一批 Mini Cooper 的团队。银行第一句话来问，你有没有看过可乐罐的生产？他直接来一句，就很淡定的说好，那我接受你的辞呈。我们的竞争对手是我们自己，但是我们密切关注中国航天的发展。Hello Louis， 要不先给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并且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OK， 好，大家好，我是 Louis， 我是Ares Fund 的共同创始人，那也是 GP。 对，我们是一个早期被在 LA 的美国的 VC， 我们专门投美国的硬科技项目，不管是在太空、能源，还是现在的所谓的这些 Physical AI。 那我早期呢，一开始我是在 SpaceX， 我在早12年的时候加入 SpaceX， 在 SpaceX 待了7年，那个时候到19年的时候离开，离开的时候管7个部门，差不多3000多个火箭部位。那我离开 SpaceX 以后，去加入一家电池公司。那在19年、20年，我们非常好运，就抓到这个 EV 这个风口。那个时候呢，也顺利的在那个20年的时候退出了。那并且我在这家公司认识我现在的 partner， 那他来自于特斯拉，那他是特斯拉那个时候不管是 Fremont， 然后还有这个创立上海超级工厂的高管。还有4680电芯，那我们两个一起在上一家公司认识，那并且呢，共同呢看到了美国接下来这个20年的这个黄金的这个硬科技的这个机会，那决定呢一起离开公司，在22年的时候开始做天使投资，那去年成立了我们第一支基金，对，那做 Ares Fund， 那开始来这个基本上来支持所有的这些硬件创业者。我们今天邀请 Louis 是希望你能给我们聊一聊整个航天业。因为你对这个非常了解，你在 SpaceX 非常多年，然后后来也一直投资这个产业。那我自己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觉得现在可能对于航天业处在一个非常奇妙的转折点上。你看今年年初SpaceX 收购了 xAI， 然后大家也觉得 SpaceX 今年会上市，所以今年可能是 SpaceX 的 IPO 年。你是怎么看待这个时间点的呀？我觉得今年从2个维度去看这个时间点吧。OK， 如果从市场的角度 ，OK， 的确今年感觉像是一个你知道吗？就是太空的一个 ChatGPT moment。OK， 就之前大家可能对这个行业 OK 可能好奇，但是呢你说真的 convictions 吗？没有这个 convictions。对，但今年 OK 从Elon OK 说他要这个 SpaceX 要 IPO 开始。OK， 我们就接到这个源源不断的这个 inbound call，OK， 问说，这个你对 xAI 你们有 SpaceX 的股票啊？你们现在在投什么太空项目啊？等等这些之类的。所以我觉得从一个资本的角度没有错，今年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可是你如果从这个整个太空的这个发展 ，OK， 我不认为说今年是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 inflection point， 但是它只是一个持续 OK 的在这个领域的一个发展。我从12年的时候加入 SpaceX 嘛。那个时候13年的时候第一次跟伊朗开会。那第一次开会的时候呢，伊朗呢基本上就说 OK， 我们呢目标 OK 是我们要去这个开拓这个宇宙，反正 SpaceX 的 mission 它是每一年它都会在重复的。对，那第一步我们要做成的 OK， 那就是我们要能够把这个回收火箭这件事情能够先完成，这是我们的第一步。OK， 也就是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稳定并且非常能够量化并且经济的方式能够运送东西上下太空这样子。对，那 OK 我心想哇 OK 这可以 OK 这个那我们可能 maybe 10年 OK 做到这个事情 OK 可能我们那个时候可能就称霸整个市场了。对，那13年我们开始在就是做这个项目，
15年的时候第一次的这个 reusable rocket OK 就真的就诞生了 OK 也就是第一次的这个12月21号2015非常记住这个日子12212015是对每一个 SpaceX 的人OK 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我们第一次成功的把一支火箭成功的送进轨道，并且成功的把这支火箭回收。那至今呢，这支火箭呢现在在 LA， 对，所以有到 LA 的这个朋友们，其实呢现在 SpaceX 可以到 SpaceX 总部可以去看这一支就是非常具有纪念性的这个火箭。对。那在那个时候呢，其实我觉得说有一个你说的这个就转折点的话，其实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象征的这整个一个就是全新的一个，就是之前大家认为一个不太可能的一个太空时代 OK 现在真正的这样开始了。这个算是 GPT-3 moment 算吗？我觉得是其实在业界里面可以算是甚至更大 OK 我不敢说这是一个 AGI moment OK 但是呢 OK 它的确呢对我们你想想看，就是说我们今天有任何的一个运输，你今天如果我从 A 到 B 点OK 我就运输一次以后，我就把这个东西不管是火车还是这个飞机直接就丢了，那你想想看这个东西能够做起来吗？就是不可能量化或者不可能做任何事情的。可是当你 OK 能够把这个东西作为回收的时候 OK 那这个东西才是这所有的起点。所以1221年2015 OK 我认为对 SpaceX 或者对整个太空行业来讲 OK 是一个 OK 就是真正的一个转折点。那它在我觉得多重意义上面吧，就是接下来把这个整个 reuse 的这个 role 开始的就启动。但是呢，我觉得对整个行业而言 OK 是一个就是以前大家都公认是一个不可能而且是一个蛮荒谬的一个事情 OK 很多所谓的在太空的这些你知道专家 OK 就会觉得说 SpaceX 做这件事情根本就是不合理的。OK 我们已经是想过这个事情，这个东西也不符合经济逻辑，更不可能符合所有太空 OK 所需要的这些最尖端最高级的这些符合的规则 OK 但是 SpaceX OK 一家初创公司在这个时候做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是一个转折点是这个。对，那 SpaceX 还有另外一个特色，也就是说呢我12年的时候呢加入，对13年的时候 OK 反正尹老说的这个东西跟他接下来这个 roadmap，那你在 SpaceX 久，你会发现，除了这个以外，其实 SpaceX 在12年的时候、13年的时候还在聊什么事情？就是当我们第一支火箭已经才刚刚发射成功，1年勉强整个公司也可以发射一次的时候，公司已经成立了火星小组。公司已经在决定说 OK 我们现在这支火箭是没有办法到火星的，是没有办法 OK 就是符合就是人类所需求的就是真正在宇宙中这样探索 OK 所以我们需要一支更强大 OK 并且更符合 OK 这个 mission 的火箭。所以那个时候在12年这个时候，现在的所谓的星舰就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诞生了。所以他在做这一代的东西，但是他已经开始想下一代的事情了。是的，其实就是在 SpaceX 其实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大家看现在 SpaceX 不管是星舰，不管是星链，不管是说现在是太空数据中心，还是上月球什么等等的 OK 大家觉得说哇是不是马斯克哪一天晚上 OK 可能无聊还是不知道在干嘛 OK 可能又在那边在 X 上面乱发表这些言论。但是这些东西其实呢我们老在10几年前在 SpaceX 的时候都讲过的这些可能的 path。所以现在你说你回归到说今年对我而言 OK 它是不是一个转折点 OK 它的确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呢我觉得呢它有很类似 ChatGPT moment， 它把太空这个事情呢更带入所有的大众，更带入所有人的这个的对话当中，特别是资本 OK 从这个 SpaceX 开始 IPO 大家开始对这个赛道等等就充满了就是无限的这个想象。对，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它的确，但是从一个开发的角度，这些的事情早就是在以前10几年前就已经开始规划好，一一的在执行。我很好奇啊，在12年的 SpaceX 的内部的 roadmap 上，26年写了什么？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秘密。对，但也没有我必须说他没有写的这么具体，就是说2025年、26年应该发生什么事情 OK 它不是这个易经 OK 这个东西，但是呢它是有清楚的 outline， 就是 SpaceX 就是大家都知道特斯拉有一个 master plan， 对不对？就是大计划
OK， 我第一步要干嘛，第二步要干嘛，现在已经大计划第3，甚至有一个第4又跑出来了。那 SpaceX 那个时候其实也有大计划。OK， 那 SpaceX 一直呢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太空公司。OK， 所以呢，那它的目标一直就是很简单，我们的公司的存在是为了要能够开拓宇宙，给全人类去探索，这是公司的这个宗旨。所以所有的事情 OK 都是按照这个目标下去定，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定位成一个这个火箭公司，像很多人这样看。我相信在12年的时候，一定没有料到大语言模型的爆发。没有错。那你怎么看在今年初更早一些时候 SpaceX 收购了 xAI， 这会是人类文明扩张的前奏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最近呢，就是不管是SpaceX 的人或者 SpaceX 外的人 OK 都在讨论这件事情那其实呢，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在这个 SpaceX Master Plan 里面 OK 这个呢不在这个 Master Plan 里面。我觉得这个 Master Plan 不是易经哈，它没有那么办法能够这么厉害，能预测到说会有一个 AI 的爆发等等的。但是它的确是说 OK 我们需要在这个低轨这个地方做成一个全新的一个通讯网络。那有这个通讯网络 OK 那间接的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数据的高速公路。OK， 那我给你听这个东西可能会觉得有点抽象，那我给你一个具体的一个举例，就是为什么那个时候 SpaceX 就要做星链。OK， SpaceX 做星链有2个宗旨。OK， 第一 OK SpaceX 要去火星。OK， SpaceX 的目标需要就是他永远没有把自己觉得说要把这个人类变成一个多星球物种，这是一个 SpaceX 跟伊朗常常在讲的一个 vision 嘛，对不对？那你跟任何投资人跟政府说你要去火星，我觉得没有一个人会买单。OK， 到今天为止 OK， 甚至像 maybe 川普这么你知道这么想要做事，大家都不一定会买单，说你要去火星干什么。所以从 SpaceX 从一开始就知道要去火星这条路，我们只有办法自己去走出来。那我们走出来，我们除了要能够解决这样这种科技的这种困难 OK， 那当然我们还需要很大笔的一笔资金。那我们要一大笔的资金在地球上跟在太空上最近 OK 能够做这件事情的 OK， 那就是通讯网络。那通讯网络 SpaceX 也不是为了做通讯网络这件事情而做通讯网络 OK， 这个东西从第一原理思维which OK 所有 SpaceX 事情都是从第一原理思维出发的。为什么要在太空这边做这件事情？即使你可以做了，即使你解决了这个太空这个升降 OK 上下你把成本降低了 OK 你现在可以发射更多的东西更便宜，所以你可以做这件事情。但就算你可以做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从一个物理学的角度来讲，在太空讯息的传输，在一个太空真空的环境里面讯息的传输从 A 点到 B 点OK， 比起在地球上任何最先进的光纤 OK， 管你用什么 5G 6G 什么 G OK， 它都还要再更快1倍。这就是自然的一个空间的太空的空间的环境所造成的一个天然的一个优势。所以在这个优势之上，从第一原理思维，如果我今天告诉你，你今天能够有一个网络的传输速度是比在地球上增加1倍，在没有任何加持之下，那你会选择在地球上的网络还是在天上的网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问题。那 SpaceX 呢，直接已经在很久以前就看到这个东西。很久是多久？这个东西的计划，星链的计划是在2015年启动，也就是2015年开始 OK， 当 SpaceX OK 你说真的回收火箭完成了降落了 OK， 那公司开始慢慢的他都才在跨这第一步的时候，他就已经立刻就想到，好，那我有这个平台以后，我需要做我第2步的这个计划，那就是这个星际网络。所以 xAI 并进了 SpaceX， 它的目的是去增强星链。这个呢是两码事OK， 我说所谓的是说星链的这个在天空的这个讯息的传输 OK 有这个样天然的优势。那我们说到 AI OK AI 的建设需要什么？那特别我们也在讲 AI 的建设在美国需要什么 OK，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specific 的一个问题 OK， 也就是 xAI 跟所有的巨头不管是 OpenAI 还是其他这些人能比，需要算力啊，需要算力 exactly
对，那怎么样增援算力呢 ？OK， 我们需要能够做更多的数据中心。好，那需要做更多的数据中心，那就建呗，对不对？那这个东西我觉得讲的很简单，对不对？那就建呗，就是钱的问题就砸吧，对不对？就到处都盖。OK， 我赶快英伟达的晶片这边多拿一点。OK， 那如果这个世界这么简单的话，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问题。但在美国的，我觉得在美国做所有硬件跟做事情的人都知道，在美国你要做这种基建 ，OK， 是一个巨难无比的事情。OK， 2点事情。第一，你光要拿到这个地方，你要能够审批，你要能够把这个店迁过来，你要把这个 permit，OK， 你要跟所有这附近的人都去确定说他们都 OK，我们这边这个的数据中心不会对你造成任何危害等等，这件事情就需要花费非常多的时间 ，OK， 非常多的精力。OK， 第一就是你对数据中心的这个地点，第一。第二，我们现在来讲一个最明显的也是，就是在很多媒体已经讲的，就是美国缺电。对，美国其实在 AI 之前 ，OK， 其实在上一代，也就是我们在做电动化的时代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发现 ，OK， 不管你有没有 AI， 美国你看整个美国的电网，美国的电网啊，现在 consists of 差不多东岸跟西岸的电网。OK， 美国这么大的国家，其实电网就这2个，东岸跟西岸，还有德州。OK， 这3大电网。然后大部分的电网都是已经是一个30年以上的一个设施。美国最新的2个核能发电厂 ，OK， 是在1990年代的时候盖的。OK， 所以从你在 AI 来之前 ，OK， 美国根据就所有东西电动化的这个需求 ，OK， 已经有一个明显在25%，差不多40%就是电网这个缺口。那你现在再加上 AI， 那就是根本就是。你知道，就是一个难上加难的一个问题。那并且美国又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OK， 你做什么事情，你不可能 OK， 首先我去抢就是居民的电来做 AI， 对，你一定要能够做 data center， 你一定要能够拿到一些额外的电。那刚刚已经就说了，已经有这个额外这个缺口，那再加上这个，你知道有没有办法这样快速的这种 available 的电，所以电力的缺失。跟你说没有办法快速就是这种 permit 的这个需求 ，OK， 导致于在这个太空 ，OK， 其实对美国来讲是有个先天的优势。当你再把这个卫星中心发上去，并且像 SpaceX 想说的，分布式的把它分布在全球的这个地方 ，OK， 其实呢 ，OK， 在太空里面你的扩建只有一个东西是在控制你的速度的，就是你自己能够发多少。在太空里面，其实你不需要去拿 permit， OK， 你也不需要去拿什么这边太多的什么许可，你只要谁先上 ，OK， 谁先拿到这个位置。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大家已经从这个第一原理，在太空里面的能源的转换，太空有尽无尽的这个太阳能，那在太空的太阳能转换。大家也一定通过实验证明，差不多比地球上的太阳能 ，OK， 还有超过10几%， OK， 这样子的一个转换率。所以太空无尽的能源，无尽的地方 ，OK， 并且 OK 没有限制你去开发。所以为什么这个 XAI OK 跟 SpaceX 结合，希望在太空数据中心，其实是背后这样的一个底层逻辑。有没有可能是 Tesla 去收购 XAI， 而不是 SpaceX 去收购 XAI？我觉得之前很多人在讲这个东西，对，因为 Tesla 毕竟标榜自己是一个 AI 公司，那就有这么多的 autonomous drive、physical AI 等等，对，等等。看起来他们应该更 match。Well， 那你怎么知道这最终这3个人会不会在一起呢？这个东西其实呢也有一个悬念。OK， 感觉有什么事还会发生是吗？或许。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东西我不知道，我猜测哈。但是呢，我给你一个点，这是一个故事。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在跟同事在那边互相在那边反正吃饭，都中午吃饭，然后在交流的时候，有一个同事在说，你知道吗？我今天呢听到了什么消息？我说老板呢今天呢买了 X.com，OK， 这个网域。OK， 2014年的时候。OK， 所以 OK， X.com， X
对，那反正 SpaceX、XAI、Tesla 没有一个 X， 但是呢，或许呢，我在想maybe 有一天，所有马斯克的东西会像 Alphabet 一样，有一个控股公司，然后所有的可能都集成在一起。因为你继续看马斯克现在所做的每家公司，其实呢是没有什么特别大，就是没有什么，你知道吗？说他们没有关联，我觉得，真的没有关联吗 ？OK， 你现在 X 跟 SpaceX 合在一起了 ，Fine。好，那 Tesla 在做的事情，我觉得大家都很知道。OK， 不管是机器人，不管自动驾驶，所有反正实体的 AI 是 Tesla 在做的事情。那你说还有什么公司呢 ？Neuralink 呢做脑机接口。OK， 那大家常常就说 ，OK， 我们跟 AI 新的这个交互是什么？是新的一个 iPhone 吗 ？OK， 是新的一只眼镜，是新的一个耳机。OK， 但是呢，或许最直接的方式，或许是一个脑机接口这样的一个直接的一个连接。OK， 一个人，想想看，你今天你在跟我采访，你今天随时随地 ，OK， 有一个电脑的这个这有点这在后期哈，就是电脑的这个的附属在跟你在提醒，现在我在讲的此刻这个消息，你随时在 download 在 update 这个消息，我觉得这是一个人跟 AI 之间，可能在英朗的眼中，可能最终的一个这个交付，也是人必须要在这个新的这个时代里面跟 AI 这样一直共存的一个东西。那你说那挖洞公司 Boring Company 干嘛 ？OK， 有一个挖洞公司，在外太空的环境里面，在这么高辐射的地方 ，OK， 你觉得人真的可以像这样科幻小说里面住在这种的一个这种所谓的这个就是这个玻璃的这种的这个圈里面吗？他们一定要能够住在 maybe 在山里面或者在地下，才不会被辐射有问题。所以或许所有的以往的公司都有为了一个最大的大计划在进行。所以你觉得那个他14年注册的 X.com 这个 X 代表的是什么呀？它最后会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巨型网络？它在构筑一个什么样的系统？我猜测了，这完全纯的猜测。根据你跟他7年的工作经历，真的，我觉得英朗呢做什么事情呢，其实有他的想法。你可能当下你没有办法去理解英朗，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就算我们身边跟他很久的人，其实很多时候在当下还是跟他有很多的这些你知道分歧，还是有很多的这些你知道吗？反正就是在讨论，然后这些辩论。OK， 但是呢，很多时候在后面我们证实 ，OK， 我知道伊朗是对的。OK， 所以我们有个开玩笑说 ，SpaceX 应该有一件这个 T-shirt， 这叫做 "I told you so"， 也就是我早就告诉你，你知道吗？然后写伊朗这样子。OK， 这个对。那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跟伊朗合作很久以后的这个一个观测。所以呢，那我现在属于猜测，我觉得呢，伊朗呢可能。大家都说嘛，伊朗应该有一个最终的 master plan，OK， 就是他自己心里在想什么，但他从来没跟人家说，也没跟我们说。但他注册了一个 X， 然后他在做这些事情。我不认为这几家公司是偶然的。这是一些蛛丝马迹。这些是蛛丝马迹，然后最终呢，这些东西呢，或许会联合在一起，然后成为一个 X。你说到蛛丝马迹啊，我发现 XAI 从 Day One 开始成立，它的愿景是理解宇宙。Our mission is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所以它有没有可能一开始就觉得跟 SpaceX 有某种关联？而且它的 logo 是一个黑洞的寓意。这是一个我觉得你读的比我还深。OK， 我还没有想这么多。对，但是呢，我觉得我看很简单嘛，从一个 AI 的这个竞赛的这个角度来看，你看看现在所有的 AI 的巨头，不管是 OpenAI， 不管是 Claude。不管是 Gemini 还是 Grok， 那你如果在想各家现在在这边竞争这么久，几年以后，我觉得现在大家在开始讲，就是某一个点，我要在这里面成为一个巨头，很明显。OK，Gemini 有 Google 的这个 Search，OK， 所以他想要可能在这个搜寻，然后在这些反正文字的这个部分，那想要就是称霸，对不对 ？Cloud 很明显的从一开始就想要成为一个。这个一开始就想要赚钱嘛 ，OK，to B， 我想要给产生一个工具，是一个
在 coding 的人 OK 可以使用的一个工具 OK， 所以他一开始就想要走一个 to B 的方式。OpenAI 是一个，你知道我是反正这个行业是我发起的，我想要发展一个最大家都可以去通用的一个东西，然后我的面对是大众的这个 consumer OK 跟大众的。那 Grok 是什么？给大家就是 Grok。对 Grok 呢有无限的这个 X 这个 data， 可是 Grok 是什么？就是 Grok 如果真的要走一个 OK 一个真的它的立足点的话是什么？它有的资源是什么 ？OK 它在马斯克的生态。那马斯克的生态，我觉得有什么东西比其他的东西还有更多的 data？ 那我觉得呢 Grok 或许会在 physical AI， 也就是实体 AI， 也就是所谓这个现在的实体模型里面，就世界模型。OK， 我觉得可能在这个里面在立足。对，所以呢，你说这个 XAI 它想要安认生的 universe， 我觉得这只是一个点，对不对？当然它是 universe， 我们所有东西都在 universe 里面，但我觉得它更想说的 ，OK， 它是想要更了解实体的这个世界。但是很不幸的是啊，至今 XAI 还没有成为硅谷 T0的 Frontier Lab， 所以你觉得 XAI 算是掉队了合并，还是弯道超车？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啊，就问到了我的这不是我的 expertise， OK？ 我觉得很多人比我更厉害，但是呢，我做一个猜测，again 从第一原理，我认为今年呢，我这在2026年的 predictions 哈，我认为今年的 Grok，OK， 大家应该可以拭目以待，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之前 OK 在去年 Grok 所做的这些投资跟所有的这些投入，我觉得在今年会冒出来，所以我觉得今年呢是一个在 AI 的这个大战里面，我觉得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年。那我觉得这 AI 这个 Grok， 你觉得去年给 Grok 这么快速建了10万张这个 GPU 的 Super Data Center， 这个东西跑到哪里去了？我们看看 maybe 今年26年，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跑出来。我在想 SpaceX 会兼容 XAI 的组织吗？你看刚合并，其实很多 XAI 的人都在离职，这两个组织是具有兼容性的吗？当然你对 SpaceX 的组织可能更了解。对，我对 SpaceX 组织非常了解。对，那对 X 呢，我们也有认识一些 X 的朋友。那据这些反正就怎么闲话家常吧，这边聊的时候呢，我感觉两个的体系呢的文化是蛮类似的。都是马斯克文化吗？都是马斯克的文化。那马斯克文化是什么？马斯克的文化基本上我觉得有一个字可以一条 sentence 可以形容，就是什么 ？Move fast, break things。OK， 也就是快速的执行，快速的迭代。OK， 那这个东西我在 SpaceX 里面我们是深刻的体验。OK， 但是呢，在 Grok 里面，我认为也应该有同样的这个文化的存在。你觉得 Starship 缺一个大脑吗？ Starship 缺一个大脑，这是一个好问题。OK， 我觉得什么东西都缺一个大脑。OK， 什么东西没有脑的话，还是做不出来。OK， 但是你说 Starship 具体缺一个 XAI 这个大脑，这个东西我就不评论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呀，但是我觉得说这不是一个还没有到那个地方。OK， 我觉得还蛮早期的，对。因为这让我想到了就是《流浪地球》里面那个 Moss， 在流浪地球里面呢，对，他指挥了整个空间站，是，所以就是看到这个新闻会让我想到这个电影。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容易可以想象的一个联想。对，你想想看，你在外太空的所有的任务，不管是去探索还是去扩张等等，给你觉得你能够发多少人？那我觉得你的其实最好的、最可靠的一个伴侣 ，OK， 其实就是 AI 跟机器人。如果 SpaceX 在今年上市的话，它意味着什么呀？如果今年 SpaceX 真的上市了，我认为呢，这主流市场 OK 对太空这个赛道 OK 可以变现，然后是一件事情，我认为他们是真正的买单。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一直在讲这个事情 ，OK， 但是呢，对不对？那我觉得我们开始做投22年，那22年的 SpaceX 其实也不是一家小公司 ，OK， 每一年基本上在这个太空领域里面
也是一个非常明显垄断的一个公司，并且那时候也在开发新建，所以在各个方面都垄断。其实在这个前提之下，在22年的时候，还是很多人看太空这个赛道，还是觉得说，这个赛道真的是一件事吗 ？OK， 真的是一个产业吗？那他们当时怎么看 SpaceX？ 这个当时怎么看 SpaceX？ 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呢，大家在这个赛道里面，要不是 maybe 你跟我今天聊天，或者在这个赛道里面的人，你平时 OK 在地球上生活上，旁边这么多 OpenAI、XAI， 大家还有这么多有意思的东西，大家不会去关注说，我往天一看，这个天上还能够有什么东西？那就算 OK， 我跟你说，SpaceX 做了什么怎么等等的这些东西已经近在眼前，并且有数据的话，大家觉得这个是真的是蛮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呢，这个可能呀 ，maybe 20年以后吧 ，OK，maybe 20-30年以后，或许这个或者就我们做到那又怎么样？这太空有什么机会？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就准备 SpaceX 的这个 IPO， 并且 Starlink 在过去这几年实际在资本里面的数据的这个涨幅，我觉得给大家 OK 带来了这个对太空的这个信心。OK， 那我觉得这只是第一点。OK， 我觉得这个在数据只是第一点，那我觉得太空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些东西持续还在待发。那也是其实这是我们整个基金跟我们在投资方向的一个最底层的逻辑。在我们继续探索这个商业航天的话题之前啊，我也想花时间来聊聊你自己。就很多人都知道你在 SpaceX 跟马斯克共事了7年，那在这之前和之后你的人生是怎么展开的呀？大学我是在 Stanford 这边 mechanical 就是机械工程本科。那你是上大学来的美国？没错。OK， 从台湾是吗？我是出生在台湾，然后我很小就跟爸妈就出国就基本上留学。那因为我爸妈一直是 expat， 他们两个都讲德文，所以一直在德国公司里面工作。对，所以我从很小的时候就离开台湾，然后在德国住了一下，然后后来呢又去了香港，也去了广州。中国呢我住了8年，对，然后我在广州读完高中，然后从广州那边直接申请，然后来美国读大学。我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嘛，我那时候是99年的时候申请来来 Stanford。那个时候呢，斯坦福大学那个时候国际生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族群，所以我印象很深刻。那个时候整个中国 ，Stanford 那一年就录取了2个人，一个是我，然后另外一个是一个北京的一个哥们。那整个就国际的族群差不多也不到200人，那香港可能也有差不多有快10个人，对，那台湾也有几个，对，所以那就是99年的时候呢。反正报考了 Stanford， 那很好运的进了 Stanford， 后来了 Stanford， 那我在 Stanford 读完了机械工程的本科，那毕业了完了以后，第一份工作我其实有2个选择，我可以第一选择去当 Google 早期员工，或者我可以选择去做这个一个 Fortune 500 的这个的公司的一个自动化生产的一个工程师，这2个选择。你选了哪个？我那个时候呢，我选择了呢，去做了这个工程的这个概念。那其实2方面，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候很难想象，其实2003年这个 Stanford， 其实在那个时候，不管是创投，还是不管是这个初创公司，还是这些新创，它还是一个不是一个非常小，但是也不是一个主流的一个行业。怎么说呢？因为你看他们的这个每一年都会有一个这个叫 career fair 嘛，就是说学生的公司可以来这边来招聘就 Stanford 的学生。那时候 career fair 有一个主 career fair， 也就是所有这些大公司波音Microsoft GM 福特等等他们来主要的那个 career fair。然后你说像什么 Google。还有什么这些什么初创公司，等你现在今天叫出来，所以这些老大们都在旁边的一个叫做初创的一个 career fair。所以那个时候，即使在2003年的 Stanford， 这个时候还是一个这样的文化。那个时候我们的毕业生大部分大家想要进大厂，想要进顾问，想要进 Fortune 500的公司。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也没有那么的先进，对不对？我也觉得说跟随着主流，对，我也觉得跟着主流走。反正我去大公司去训练一下。那我也去学习，所以我就加入了 Epson。
那个时候呢，在西北，美国的 Portland 西北的这个总部，那这个地方呢，这其实也是美国生产的最起点。OK， 现在大家你还听他很多 Trump 在那边讲啊，美国生产。那我们在2000年初的时候，其实就经历过这个 thesis。那个时候呢，我在 Portland 那边被招进去，然后做什么？做 Epson 里面的这个墨水夹。你不是以前呢，现在大家还印这个东西出来，所以有墨水夹这个需求。那在这个西北的这个总部，也是一个美国的这个墨水夹生产的总部。那Epson 呢，在全球呢，总共有5个总部在生产墨水夹。墨水夹也是整个 Epson 呢最赚钱的事业群。OK， 就是靠墨水夹在支撑整个 Epson 这么大，不管什么 LCD、什么其他自动化等等这样的开发。那我在美国的总部，那我是那个时候呢，在美国的总部这个墨水夹工厂，一条生产线就2个工人，一个工人在前面这边放货，然后另外一个工人呢，在这个线的底端这边在检查这个成品，然后再检查这个品管，然后全部是完全全自动生产的。那我就是被招进去在做这个生产线的这个设计跟开发。那同样这个生产线在中国那个时候2000年初需要55个工人 OK 做这样人工的这样的组装。那美国呢就是在这样的2个人跟55个人之间 OK 这样在跟全球这样的竞争。那就是我第一次体验到在美国生产，那并且就是所有的这些什么日本的这些丰田的生产系统什么等等这些都那个时候，其实我在 Stanford 毕业以后有点在学了在一个 master OK 在所有的这些工厂管理。那我也成为在整个 Epson 集团全球最年轻的高管。那个时候呢，我一个在20几岁出头的人 OK 管了整个厂嘛，差不多那个时候差不多就我记得好像70几个人。对，那在全球的这些就 Epson 就非常保守日本的总部里面是没有办法想象这件事情的。他说为什么你会相信这个20几岁出头的人？那我老板那时候很挺我，就说你就看看这个。所以就给我了这个职位，那是我工作的第1年，这是我第一份工作，在 Stanford 第1年你就当高管了？第一份工作的第2年我当上高管，第1年我被招进去就是作为工程师设计这个生产线，然后很快的我就在第2年的时候就被开始 promote 到高管。为什么可以这么快啊？而且是在一家日本公司？是在一家日本公司，我的老板也是日本人啊，日本美国人。OK。对，那这个好问题，我从来没有问他。OK， 这个我这么说，我也自己也觉得蛮莫名其妙。但是我觉得 OK， 那个时候我觉得所有在做的事情，我觉得我没有一样我不能做的。OK， 并且我能够做得更好。我觉得这是年轻的时候人的一个特性，你知道吗？就觉得说这个不怕这个天高，这个等等的。那也实际 OK， 在那份工作的时候，我在 Stanford 的这个教育，并且在后面的等等帮助我在这个早期，在这个很竞争的这个环境里面 ，OK 就反正快速的这样脱颖而出但是呢我在那边工作的时候呢，其实你回归到就是我现在回归到所有的这所有的经历我发现在这一段的经历是我所有经历里面 OK 最累的经历。因为在工厂吗？在工厂里面最累的经历怎么说呢 ？OK， 我现在成为高管，然后我现在反正那他们有反正固定的这个工作时间等等的。那我发现呢，我开始在往后的时候呢，我在一天里面差不多前3个小时，我就已经完成了 OK 我做一天所需要完成的工作。可是呢，在这个日本公司。OK， 你又不能够就完成了，那我就回家吧。OK， 我就看着就是做其他的事情吧。所以呢，在接下来这几个小时，我就被逼 OK 要在这个公司里面就是基本上就待着。OK， 所以呢，虽然这第一份工作是最可能最上手的一份工作 ，OK 也是最简单的一份工作。可是对我来讲，在整个经历下回头来是一个最累的一个经历。那我在那边做了几年。这个马斯克听到觉得你工作不饱和的。真的，在他的公司真的，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一点。OK， 这个对。那我在那边做了2年，我就觉得这真的是我没有办法再这样待下去。OK， 虽然生活是真的是很不错 ，OK， 但是真的没办法再这样待下去。那个时候呢，我就觉得 OK 好，那我要一个新的挑战。那我现在有很多的朋友，那也是我那个在金融圈，特别是在投行圈，
然后就说，哎，我觉得你的个性 OK 跟你的这个认知 OK 跟你的这个 background OK 特别适合投行，我觉得你应该加入我们这个投行。好，但是呢，你要加入投行之前，你需要有一个 MBA OK， 因为这个是一个必须这个进入投行的一个敲门砖，必须要这个的。然后就说好，那我觉得这是不错，我也想要去接受新的挑战。那个时候在2006、2007年 OK， 全球最厉害的这个反正投资银行跟金融都在伦敦，所以那时候我也没有多想，我就觉得说好，我要去最厉害的这个地方，然后跟大家一起共事。所以我就那时候我就报考了一个英国的 MBA program， 所以我那个时候很好运的，反正也进了牛津，那读了1年 MBA， 那准备进入投行，那个时候也拿到了工作。那我毕业的那一天2008年 OK， 我的那一天 OK， Lehman Brothers 倒闭 OK， 就是基本上我毕业的那一天 OK， 在这个 Financial Times 非常大的这个字体我还印象非常深刻。那个时候也就开始整个金融海啸，那所以在整个的这个欧美 OK 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工作环境 OK， 就我既有的工作也被撤回了。那找了其实好几个月的工作 OK， 人生也第一次遇到说哇，还真的找工作还真的蛮难的。要不回工厂，真的，但工厂也没有机会，然后什么都没有机会，真的，我都找遍了，对，真的是一个蛮难的一个点。那后来呢，想说 OK 好，哎，其实欧美就不好，但是哎，其实亚洲还不错。那个时候有人就觉得，哎，那个时候提醒，那你对不对？反正你也会讲中文，对不对？你也来自亚洲，为什么不去亚洲看一看？对，那时候反正我很好运，反正在香港给找了一份找到了一个供应链的顾问公司，是一个加拿大的公司。OK， 所以我就开始 OK 在亚洲这边做顾问。那做顾问碰到了我的前的一个老板，那个时候呢，大家就觉得说，哎，讨论的很好，那一起创业，然后反正做了一些反正食品相关的这个事情。那个时候呢，你会觉得很莫名其妙，一个这科技的人，然后一个这样的工程，然后你做食品的东西，你是不是就看起来就是一个完全不搭的一个赛道？但是其实我的家庭背景，我是来自于一个食品家庭。哦，真的？哦，对，我们家里是3代的这个食品加工，对，所以我不是就莫名其妙的就跑到这个赛道里面了。我在这个赛道里面我们还有一些资源，那个时候同时呢有一些新的想法，然后新的模式，然后所以呢开始做食品的这个反正这些所有的创业吧。创业是哪一年了？我们在2010年初的时候开始创业，移动互联网起来的时候，在移动互联网大家都在做的时候，我们在做食品的新食品。哦，你不是做一个食品的平台，你是真的做吃的。做食品吃的。对。你好像一直都在做实业，对吧？对，我一直在做实业。对，因为我们的本科是机械工程嘛，那我老板也是反正供应链的一个大佬。那我们就觉得 OK 好的，机械工程供应链，那我们食品产业一直没有被颠覆，那我们来颠覆看看。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新的一个食品品牌，然后迅速的反正也在这个亚洲这边反正开了就是几个分店，那也开始反正有中央厨房等等，反正做实业了。对，那在这个里面我的经验是，我们在短短2年之内 OK 开了7间店，然后也有这个中央厨房等等，反正20来岁 OK，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的收入啊等等的我觉得都不错。OK， 那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在看电影啊，你会觉得说，哎，好像我真的有一个那种你的生命里面真的有一个那个转捩点，还是有一个这个 moment， 就是哎，这个东西是改变你这个你接下来这个走向的。那这个事情还真的就发生在我身上。我觉得在这个12年的时候呢，就我在 Stanford 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朋友，那也是一个SpaceX 非常早的员工，他是 SpaceX 前100员工，也就是 SpaceX 刚刚创立的时候，他就加入 Elon， 然后跟 Elon 一起反正把 SpaceX 从开始一直盖到就是今天这样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朋友。那他就突然间反正就找到了我，就说，哎，你呢现在干什么？你有没有想过要不要回来美国？而且呢，你有没有想过要不要一起来做火箭？对，那我觉得我们在做我们那个时候的事情，然后你人在海外，然后突然间接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call， 你会觉得就是非常莫名其妙。这是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了，是吗？是蛮久没有联系的朋友，对，突然间就冒出来，然后他为什么想到你了？
那他就说呢，我们现在呢是一个最快速增长 OK 的一个公司。他就说他的原话是我们 we're a rocket ship OK 就是我们是一个火箭 OK 正在往上飞 OK 对，那你应该来加入我们 OK 一起来在 LA 这边来做火箭。那我想听这两个点 OK 第一，做火箭 OK 这件事情在美国就听起来 OK 这听起来有点蛮厉害的。在 LA 做火箭，我觉得你肯定没有听过说谁会想过在 LA 这个地方能够做火箭。听过在 LA 做电影。是的，大家都是这样的。对，那他就是这样说，他就说 OK 你是我认识里面我觉得在工程啊在这个流程里面最强的人，那我觉得呢你应该 OK 来接受一个新的挑战，来加入我们。对，所以在12年的这个时候呢，我就反正我也没有多想，那个时候我想说我做视频对不对，我也想要找一些可能新的机会，然后让我觉得更大使命的机会，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飞过来，对的，我就真的来看一下 SpaceX。 但是在那个之前我其实没有多想，就是不管是 SpaceX 啊还是太空这个赛道啊还是 Elon 啦等等，其实我老实说在这之前我都不知道。你不是那种 Elon 的脑残粉对吧？完全不是，绝对不是，完全不是。就算那我也不是一个少数的人。你说12年 OK 你说世界真的有多少人认识 Elon 那个时候12年 OK 是一个从 PayPal OK 成功然后变现，然后变现完了以后把全部变现的这个资金投入了进去两家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 OK 不是太厉害的这个初创公司 OK 一个是 SpaceX 一个是 Tesla。 对，但是呢那个时候就是他跟我反正分享了这个机会，对，那也分享了 SpaceX 要做的事情。那我觉得好巧不巧的是那个时候啊，我们刚刚不是有讲到 Epson 这个故事吗？我 Epson 的那个老板后来离开 Epson 以后呢去了日本。那去了日本，他呢是一个美国日本人，但是呢后来呢他基本上就监管了日本整个亚马逊 OK 在日本的这个启动。所以他那个时候在12年的时候说你不要去做任何事情，我们现在呢在亚马逊在日本刚刚开始 OK 这是一个你在这个人生里面你不会再碰到第二次的机会，赶快过来 OK 跟我一起来在日本这边把这个亚马逊这边做成。所以我那个时候呢在12年的时候面临了两个抉择，一个呢是加入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亚马逊 OK 在日本的这个等新的这个机会，第二呢是加入一家太空公司，然后来开拓宇宙。然后你选了第二个。这个过程呢其实是一个我必须坦白是一个蛮难抉择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两个机会都非常非常的吸引我，对不对？所以那当然你在面临一个很难的机会的时候，你一定会干嘛？你会 OK 问问你身边的人。那我所有身边的人都跟我讲一致的话，这个问题你还要问吗？这个问题你当然是加入亚马逊。谁会就是去做太空干什么？太空有什么机会了不起 OK SpaceX OK 这家公司很有想法 OK Elon 很厉害也了不起了 OK 全世界一年发了10几次 So what OK 这个卫星反正这个产业就是这样，一年就发了几个卫星上去呗 OK 这没有什么看头，你一定要加入亚马逊。那我那个时候其实也好好听，对，那我觉得说也蛮难选择的。那后来为什么决定选择加入 SpaceX， 是因为我觉得说 SpaceX 在做的这个理念主要开拓宇宙 OK 那把宇宙开拓给全人类去探索。我自己好好的想想这个东西，我想说如果 SpaceX 真的做成了，这将是一个前所未有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的世界，不要说市场没有看过的世界。那如果我有这个机会能够在早期的时候加入这一个使命，但是我没有去加入这个东西，那我一定会后悔一辈子。你是第多少号员工啊？那个时候我加入 SpaceX 的时候已经1000多人了，对，所以我是1000多号员工。我有2个问题，你什么时候意识到错过了 Google 是一个特别大的机会，是一个特别大的损失？我其实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对不对？我觉得当然从今天 OK 你看 Google OK 是一个反正多大的公司，对不对？那个时候有这个机会，但是其实你说那个时候错过 Google 的这个你后悔吗？我觉得其实还好。我觉得人会后悔是你知道吗？就是你知道
你应该做一件事情，那你选择 OK， 你没有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你害怕，或者你选择了更简单的路，哪里去做了，然后你后面证明 OK， 你是错的，你的直觉是对的，但你没有去 follow 你的直觉。OK， 那所以那你错过了，我觉得这人会后悔。所以 Google 不是你的直觉？我觉得 Google 那个时候也不是我的直觉，只是老实说，对。所以没有什么可后悔的。我觉得还好，对，当然 OK， 我当然会觉得啊，如果那个时候加入 Google 的时候，可能我现在对不对在夏威夷还 whatever， 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感觉跟在对 SpaceX 跟现在。如果你说现在这个东西，现在此时此刻，然后再回去说你那个时候错过了 SpaceX， 那我肯定，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东西肯定会跟我一辈子。你的那一段创业是怎么结束的？那个公司后来怎么样？后来那家公司很简单，那家公司反正也是一个赚钱的公司，然后也是一个小企业，对不对？它不是一个什么 venture， 也不是一个什么你知道吗？独角兽公司，它就是一个赚钱的一个公司。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跟我的老板反正就2个人嘛，对，也很好说，对对，反正我就跟他说，很坦白的就说我想要做什么事情，那他也很支持我，对，那反正我就把我的股份就给他，那我就反正就退出了，我就回到了美国。你跟马斯克写过一封很有意思的信是吗？来解释一个做食品的人为什么要去做火箭？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对。这个呢，这早期呢，我觉得对观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这莫名其妙，为什么要跟马斯克写信 ？OK， 那讲一下这个过程，就是说呢，那个时候呢，在 SpaceX 呢一直对这个面试新的人跟招聘新的人呢有非常非常的高的要求。OK， 就是那除了就每一个人都要经过深刻的这种筛选 ，OK， 这种多轮的10几轮的这种筛选以外，那其实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在这筛选完每一个人都同意以后，最后一轮 OK 都要马斯克亲自面试 OK， 那亲自同意 OK 才有办法加入这家公司 OK。 那回归到2012年 OK， 我的确那个时候反正我选择去加入 SpaceX， 对，那所以 SpaceX 把我飞回来美国，那也那一天就反正一天里面真的就经过10几轮的这个面试，跟所有公司里面的这工程高管什么所有人都聊了一遍。那后面反正大家都觉得同意了，觉得这个人很好，我们想要招聘他。可是那个时候呢，刚好马斯克不在 ，OK， 马斯克那个时候呢去澳洲出差了 ，OK， 那个时候HR 然后就很担心 ，OK， 就很着急，他就说，他也知道说我那个时候有一个亚马逊的这个 offer 在等我，那他就跟伊朗说，这个人不能等，要不然你就破例吧 ，OK， 那你虽然没有办法亲自跟他这样面试，但是叫他写一封 OK 这个介绍的东西，跟你这样说吧，OK， 所以那个时候我是一个比较唯一少数破例，就没有直接跟马斯克面试，然后就反正写一篇自我的介绍，那跟马斯克。那马斯克呢，基本上就问我说，为什么你想要来 SpaceX？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 open-ended 的问题。对，那个时候，反正我加入 SpaceX 的时候呢，我是加入SpaceX 的这个生产跟产品，然后跟产品的开发。对，那个时候大家一个很像你一样，问一个问题：你做食品的，食品跟火箭跟你现在做这个事情有什么关系 ？OK， 那我就反正跟马斯克稍微解释了一下，说你在食品产业里面，其实食品呢。被大家的一个最普遍的一个误解，就其实食品呢，从一个产品的角度，是一个最难的一个产品。OK， 你需要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 ，OK， 爆发的这样生产非常非常多的量，并且每一个东西的稳定性都会经过全世界最高的这种品质的审核，就是你的嘴巴这样审核。OK， 所以它是一个其实从一个产品的角度的设计跟这个规划方面 ，OK 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OK， 那我希望把这个我所学习到的这些的精髓 ，OK 来把它应用在这个火箭整个的生产跟这个等供应链上面，就是这个点。他秒批。他呢，这个东西让我不知道，我不在场，但是 HR 跟我说是马斯克 ，OK 看了以后，对，立刻就是反正1分钟内就拍板就好，就请这个人。这是他跟我说的，但具体就是发生什么事情，反正我不在场，但是 HR 跟我说。我听说他一直比较喜欢通才，是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OK， 就是你现在讲到就是 SpaceX 喜欢找什么样的人？对，
那 SpaceX 呢？你看早期的 SpaceX 一般认为说你在做一间火箭公司、航空航天公司 ，OK， 那你对不对？你不如波音的资源，你不如波音的这个人，对不对？那不如波音的经验，那你应该希望找这个很多航空航天的这个专家 ，OK， 来帮助你在早期的时候来追赶 ，OK。但是呢，这些点 ，OK， 不会在面试的时候呢对你造成负面的这个影响。可是呢，他绝对不是一个就 SpaceX 就是专心在找的人。就 SpaceX 看了这整个产业，认为说这个产业在过去这个几十年 ，OK， 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变动 ，OK， 那也都是这些人弄的 ，OK， 那 OK， 太空一直对大家的认知来讲 ，OK， 都是一个你知道非常高规格，一个非常就是工艺化，非常这种精工，非常一个两个这种的客制这样的一个生产。那马斯克认为说，我们如果要真的打开宇宙给大家去探索。这是当然不符合的，我们一定要有办法能够把太空能够更大众，并且更这个跟大量生产化，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业界里面以外的人进来里面，给这个业界里面带一些新血，所以其实 SpaceX 招的蛮多，其实从各行各业。那在各行各业里面有各种不同精髓的人 ，OK 来加入 SpaceX。大家会直觉觉得宇宙离我好远啊，这不是普通人能做的。但是它其实比较反大家的普通认知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对，就是像我们刚刚回到刚刚最初前的嘛，就是所有不管是投资还是说这些从业者，大家都觉得说这个太空离我们是一个很远的东西。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想要去太空吗？如果有这个机会，想啊。OK， 你想要去，对不对？想要去太空站，想要去月球看一看，想要去月球看一看。Perfect，OK。那回答你刚刚问题，就是太空离我们远吗？其实呢，在你我的这个，就是不要说这个生命里面哈，对不对？我们不要说我们老的时候，其实在这个未来的10年到15年之间。OK， 其实人上太空 ，OK， 不是一个遥遥无期，就是你要一个特别太空人 ，OK， 或者你要是一个你要是Jeff Bezos，OK， 才有办法做的事情。门槛会是多少？如果 SpaceX 做到 SpaceX 该做的事情的话，马斯克的目标 ，OK， 是一张头等舱的一张机票。一次能带多少人？跟一个航空飞机差不多这样的规格，就以星舰这样的规格。有除了金钱以外的其他门槛吗？当然，你呢，当然还不能够有这些天然这些疾病。OK， 那当然这不是这方面的这个专家哈，但是呢，马斯克我跟 SpaceX 那时候初衷 ，OK， 就是希望能够做一个，反正大家都可以体验的一个项目。对，那这个东西其实蓝色起源在他们的这个你知道 Blue Origin 的东西已经证实了，其实呢，就是你说年龄或者你不同的行业，其实上太空上下这个以这个的身体的这个需求的标准 ，OK， 其实没有那么的高。那在 SpaceX 在过去几年，如果你有关注的话，对，它有几个这个所谓的这个民营的这个太空这个任务。为什么刻意找寻？你可以看出为什么是一个老师跟一个就是普通的一个医生或者是一个从来没有太空经验的人，我觉得 SpaceX 也要证实这件事情，就是任何人 OK 可以在这个太空的这个平台上面可以上下太空自如，那一切以安全非常稳定的方式让上下。你刚才讲了你跟马斯克写信，那你第一次见他是什么样的场景啊？有被吓到吗？我不会说吓到这个词，但是我就说我12年加入 SpaceX 嘛，13年的时候就跟马斯克开会了嘛。12年还不能开，12年的时候还没有开会，对不对？那13年我是12年年底的时候加入的，所以差不多也就快过年了。那13年年初的时候刚好跟马斯克 ，OK， 这边马斯克年初的时候都会跟全公司 OK 发表了一个这个年终大会。OK， 就是年初大会 ，OK 说就我们今年要目标要做这边25件事情，然后大家看这个东西，哇，
我们如果能够做前面2件事情，可能就很了不起了。但是这个 Space 的目标就一堆，每一年都一堆的。一般每年能实现多少？这算 OK 啊，对吧？这也不能算是一个就是一个你的所谓的一边的这种的就 KPI。OK， 我觉得很多员工很多公司把 KPI 就是视得非常非常慎谨的，但是这个东西是可能对马斯克来讲，对，如果是他的话，然后全公司都像他一样，因为我们可以所有完成都可以完成。但我觉得说看这个整个 list。OK， 如果能够完成这前3或者前5，我觉得公司已经很厉害了。一般每年能完成多少？差不多前3、前5。但是我如果要一个具体的，我觉得百分比比较难给一个百分比。OK， 因为这些东西，但是呢，差不多就是反正我们不只要能够成功回收火箭，还有1年发射50次，然后等等这样加下来这些东西，对，那差不多1年当然它是以重要度这样子来排表的，所以你呢能够完成这前几个，我觉得都已经公司已经算是一个在整个行业里面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了。第一次听他演讲，感觉怎么样？第一次听他演讲，这是很有意思。你看今天的马斯克我今天也在才聊到说，今天你看 X 然后马斯克天天在 X 上面乱说话 ，OK， 我就希望他能够少说一点话。那如果你看他2012年、2013年的时候那个样子，跟今天完全是2个人。OK，2012年、13年的马斯克基本上不是一个，可能是你认识里面所有科技里面 CEO 最不 CEO 的一个 CEO 吧？这么说。OK， 就是你可能都会觉得 CEO 呢是，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光鲜亮丽，然后能说能道，对不对？然后哇说的这每一句话，大家都是你知道，就是被他这个就完完全全的这个所吸引。对不对？今天他被认为是全世界最会讲故事的人啊。今天是对，只是有点讽刺。12年不是，12年、13年不是说他不会讲故事，而是呢那个风格完全不一样。12年、13年，他是一个极端内向的人。那极端内向到什么程度呢？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在自家 ，OK， 在自己公司内 ，OK， 在做这个就年度的这个分享 ，OK， 你可以感觉到马斯克是非常极度的这个不舒适 ，OK， 不舒适到你比他还感觉在台下，感觉的比他在台上还不舒适。这很难用言语形容，但是我觉得说每一个人的这个在你跟一个人的2个这个交互之间，对不对？你要觉得他要非常的不舒服，你肯定也可以感受得到。对，那你的这间接的这个就是我们所有人在那个时候的感受。对 ，SpaceX 在12年，马斯克在12年、13年的时候呢，是一个非常我不像今天 ，OK， 比较会讲故事，比较会面对媒体，面对这个大众 ，OK， 比较会传达这个大的这个讯息 ，OK， 他是一个反正非常，但是我觉得在某一些方面，马斯克还是马斯克 ，OK， 一直都没有变 ，OK， 他是一个非常直的一个人 ，OK， 一个非常表里如一的一个人 ，OK， 因为你发现他对我们这样的表达是这样，他对外界的表达也是一样。那其实说以前的这个讯息跟后面的讯息是基本上一致的，这是基本上马斯克身为一个领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点。对，那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看他那个反正演讲的时候，对不对？我觉得呢，大家呢 ，OK， 就是撇开他讲的东西，可能我觉得一点非常非常明显的 ，OK， 是大家都被他的这个真诚，我觉得所打动。那我觉得呢，为什么大家可以跟马斯克这么久，那并且一直共事？ OK， 我觉得马斯克是一个非常真的人。到今天，我觉得我到今天还是认为他还是那样的马斯克。你是怎么开始进入猎鹰9号的制造环节的？这个是一个遴选机制吗？就公司当时的组织是什么样的？它有哪些垂类的部门？你进去做的是什么？我进去做的呢，其实我是在这个太空船，就是飞龙号这个部门的。所以我在飞龙号。对，所以我第一份工作呢，其实是一个工程师。OK， 我是在飞龙号，然后专门设计、跟开发、跟制造飞龙号的内部的所有，就是我来负责的。那个时候的 SpaceX 的组织非常非常的简单。SpaceX 那个时候你说有1000多人，对不对？我加入的时候，那你会觉得哇，1000多人啊，这个初创公司很大啊。OK， 这很多人了。对，那你如果我给你对比一下，就相比 OK， 在波音。在 Lockheed Martin 在 ULA 这个组织里面，相同的一年跟 SpaceX 一样在竞争发射的这个火箭这个公司，给他们相同的
有10000个人在做这个事情，也就是 SpaceX 当初是以1个人比10个人这样的比例在做一样甚至超越的事情。这个时候已经是它成立了多少年了？这个时候是12年，就是刚好10年。对，10年发展了一个1000人的组织。没错 ，SpaceX 是2002年的时候创立的，但是到10年的时候，大家还是不相信它这个太空的故事。我觉得远远的，因为还太早了。对，我只不相信吧。对，或许我觉得可能根本就不是对大部分的人可能不仅仅是，可是呢 ，SpaceX 在做的事情对 NASA 绝对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对，那对，所以那个时候12年加入，对不对？那 SpaceX 就1000多人，那你说那个时候的组织怎么样？SpaceX 的组织是非常平的，也就是每一个火箭，反正太空船有一个大大小小的部门，那每一个部门呢，基本上会有一个主要负责的工程师，我那个时候也是其中的一个人。就一个团队只有一个负责人，就是一个负责人，然后他同时也是工程师，他要干活的。他工程师要干活，要去采购，要去生产，要去开发等等，就是一个人。那如果说那这个人明天被火车撞了怎么办？那可能真的就有一个洞。这么重要，就是他们是不可替代的。就是公司那个时候呢，也没有太多的资源，说你有太多的这种替代的。当然也是有一些 backup， 但是就是极端的少。就每一个人基本上你都负责你的部位。那如果你做不出来，全公司就在等你。OK， 就是基本上就是我对进来的人 OK 的这个需求跟这个要求非常的高。但是一旦进来了，我给予所有每一个人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责任，并且非常非常大的期望。它是一个人才密度高的组织吗？是人才密度我怎么形容SpaceX 早期的这个员工呢？一般来讲有几个可能特性吧。第一，都很年轻。多年轻？20？大部分20几，了不起30。你那时候多大？我那时候 good questions， 我12年的时候差不多也就30出吧，差不多吧，对，差不多吧，应该算，我都忘了多少人，对，差不多late 20的时候，对，差不多30出头，这个时候已经算大了，对，但是在周边什么20出30的人，那基本上都是工程能力、动手能力特别强的一群，那并且也有无尽的时间跟无尽的能力 ，OK， 在这个公司里面。OK， 反正花无尽的时间，我可以去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传统火箭公司人不多，对吧？传统火箭的公司非常的多，就是他的这个就是他这个背景的人加入 SpaceX 人多吗？就传统火箭公司的背景的人，他可能是一个 senior 的或者有几年 background 的这种人加入 SpaceX 人多吗？基本上非常的少。OK， 那这个其实也是很简单，不是说呢他们不胜任，而是这个公司的文化跟传统火箭公司的文化基本上是2家公司。OK， 那 SpaceX 有一句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也是一个开玩笑的一个词嘛，也就是说呢，你在 SpaceX 里面，如果你能够待可以超过6个月，那恭喜你已经是元老了。就是 SpaceX 即使花很多很多的精力，可以在招最好的人 ，OK， 但是呢 ，SpaceX 在一开始加入，并且这种的这个转换率还是非常高的 ，OK， 也就是很多人进来 SpaceX 以后认为说，哇，这完全不是我想象的这个公司或者我可以胜任的一个环境，所以他们很快的就我觉得是好坏都是这样吧，对不对？就是在很多人你加入的时候，很快你就会意识到。你是不是跟这个整个大环境 OK 是同一个这个纬度吧 OK 我跟这个同一个这个 wavelength， 然后要不然的话你就很快就选择这不适合我离开。当时除了飞龙号还有哪些平行的部门啊？那个时候有飞龙号，有反正火箭就是飞鹰9号，那反正你说各种的引擎啦什么。飞鹰1号没有吗？猎鹰1号，对，猎鹰号，对，就是猎鹰，就是飞龙号，猎鹰9号，猎鹰1号没有。为什么没有啊？猎鹰1号呢，其实呢，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好的问题。为什么飞鹰1号没有了？对 ，SpaceX 呢，你想想看，身为一家初创公司
这也是一个很好，你从0到1 ，OK，SpaceX 大家也都听过飞鹰1号的故事，飞鹰1号差点导致 SpaceX 的倒闭，对不对？SpaceX 英朗创立这 SpaceX 这家公司就是说好，我有足够多的钱，我们可以做我们所有的力，然后可以发射3次飞鹰1号，那我们成功了 ，OK， 这家公司就成功。那如果失败了，那我们就太笨了，那我们就干脆去做其他事情吧。OK， 这就是公司这样的初旨。所以呢，公司呢一开始卯尽力把飞鹰1号在这个非常的这个危险的当中，终于做出来了。2008年飞鹰1号第4次发射 ，OK， 成功。过了前3次，过了前3次成功都失败了。然后在大家都觉得说公司要倒闭的时候，大家杯水一战。OK， 把所有的资源都混在一起，然后勉强挤出了第4支飞鹰1号，然后在那第4支的时候成功了。2008年那一次，那个时候你找不到工作，那个时候我找不到工作，那 SpaceX 也快倒闭了，就是那个时候同一年的时间。那 SpaceX 呢，反正那是成功了。好，那每一家公司，你如果是一家火箭公司的话，你成功了，你会做什么？我会延续啊。你当然会延续，你会尽量找我成功了，赶快所有订单赶快来，我们赶快赚钱了。对啊。OK， 飞鹰1号成功以后，立刻 SpaceX 就把飞鹰1号就退役了。这是为什么 ？OK， 因为 SpaceX 从来不把飞鹰1号当成是公司的这种宗旨，因为 SpaceX 从来不把自己定位成一家火箭公司，他从来不把火箭这个事业 OK 当成是一个公司的一个宗旨。火箭是一个必须要完成的东西来达到它要追走的目的，但是火箭只是一个过程，它是手段，它不是目的，它是一个手段。对，所以飞鹰号呢 ，OK 证实了 ，OK 一群人能够开发 ，OK 一支这个火箭，然后我们能够把它射进轨道，成功 ，fine， 它得到它的使命。那同时飞鹰还没有成功的时候，英朗就开发了飞鹰9号这个计划。那飞鹰9号。反正在跟飞鹰1号并行在开发的时候，在2010年 ，OK 也非常好运 ，OK 也成功了。那飞鹰9号的成功，让 SpaceX 拿到了 NASA 第1张的订单 ，OK 那也为了这个 SpaceX 后面就所有这个计划开始做了一个起点。1和9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1它同样作为手段它被废弃掉了，而9是一个更好的手段呢？如果火箭不是目的。我们从第一原理思维开始来推这个东西。就如果你是 SpaceX， 你的目标呢是我们要去地球以外的地方，然后做一些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你肯定不能够仰赖在一个飞鹰1号的这样平台上面。飞鹰1号是什么呢？是一间极小的一个火箭，最好的这个组合是可以差不多载1吨的东西可以上太空，也就是小型迷你的卫星。那相对的，飞鹰9号 OK 是飞鹰1号的25倍。它是什么的25倍啊？它的载体的这个重量，载体的重量的25倍。OK， 所以它可以真正的在不管是重要的卫星，还是 OK 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些机构在低轨开始建设一些比较重要、比较有意义的一些事情。OK， 那所以呢？那再来这飞鹰，那你会说 OK， 那飞鹰9号那星舰呢？对不对？那你如果真的目标，那为什么星舰没有错？OK， 这个故事并没有停在飞鹰9号。飞鹰9号在2010年第一次成功。OK， 那在2012年 OK， 也就是 SpaceX 还在非常早期 OK， 也就是非常其实也没有很早期，已经10年了。是10年了，没有错。但对他自己还很早。对，还很早期。怎么说早期呢？那个时候呢？SpaceX 1年能够发射1次火箭就已经很难很难了。OK， 在12年的时候，1年那个时候火箭发射是一个很大的事情。OK， 所有人都会聚集在这个火箭发射的这个地方，然后反正你也发现老美有各式各样的迷信。OK， 不管是穿绿色的衣服，还是穿到特别的袜子，还是坐在一个特别的位置等等的。OK， 穿什么样的袜子，坐在什么样的位置，就是反正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迷信，他们觉得说我在哪里成功的，我就要一直留着，我不要改变。OK， 对，马斯克有这样的迷信吗？我不知道马斯克，但是我们的同事有这样的迷信。不过 anyway， 在那个当下 ，OK， 就是在2012年的时候 ，SpaceX 就说就宣布了基本上星舰计划。
OK， 就是我们知道飞鹰9号没有办法让我们达到我们最终我们需要去的目的，我们需要一支更大的火箭。飞鹰9号唯一帮助我们的，第一，赚钱，因为我们的确需要钱；第二 ，OK， 它帮助我们 OK 认知我们怎么样从一支小火箭做一支大火箭，那让我们能够做一支更大的火箭。这其实是飞鹰9号其实最重要的一个这个其实这个思维的这个逻辑。这次载体扩大了多少倍？这个载体扩大25倍。那下一步呢？到星舰。到星舰呢，基本上在这个9号上面的5倍。我们常常讲在业界里面讲一个叫做他送1公斤 OK 上太空的费用。OK， 这个东西是一个在太空产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KPI，那也是一个就是为什么显示说为什么 SpaceX OK 跟 SpaceX 来做的这个革命。我给举一个具体的例子给你看看，你可能就比较理解。就是在 SpaceX 之前，每发1公斤东西上太空，差不多是1-2万美金的事情。1公斤，就1-2万美金。SpaceX 出现，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扯的事情。OK， 我们一定要透过飞鹰9号，透过回收，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大大降幅。那 SpaceX 的确做到这个东西 ，SpaceX 把这个成本 OK 直接透过了回收，飞鹰9号降到了3000元。OK， 也就是降快要，反正就是1/10，快要1/10这样的一个阶段。那星舰希望能够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是希望100元以下到这个，所以你从任何东西从2万元 OK 降到100元以下，是200%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在以前在太空里面谈的这些天方夜谭 OK， 我要在太空里面干星链，我要干什么的，现在在账上都是可以算得过来的一些项目。这也是刚刚回答到可能在这个 interview 的最初的点，就是真正的 SpaceX OK 现在的一个转折点是什么，就是非常明显，我 SpaceX 大大的降幅了把这个东西运输在上空的这个成本，并且把这个载体的容量跟重量大大的这样扩大了。猎鹰9号当它的历史使命完成以后，它也会消失。严格上是，但是呢，你看现在的波音是不是有747，还是有777，还是有787这种大的飞机？是不是有一个737？它还是有不同的型号，有不同的型号，有不同的作用。那飞鹰9号是一个非常的，在这个现在的太空产业里面，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它基本上是现在产业的一个737。但是飞鹰1号肯定是它用不了，对吧？长期来看。飞鹰1号呢，其实也不是没有用，实验性。飞鹰1号呢，那个时候达到了什么程度？能够在差不多1吨 ，OK， 能够到一个就是到一个轨道里面。那现在在这个市场上面非常火热的一家公司，也就是 Rocket Lab。Rocket Lab 的火箭 ，OK，Electrons， 就是现在在发射的，一年可能有发射75次了。它的这个的载体还不到飞鹰1号的1/3，所以呢，你可以换句话说，飞鹰1号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一个非常明显，它是可以变现的。只是 SpaceX 并没有选择把我是一家火箭公司，我停留在这个的阶段上面，我要继续的为我要 ultimately 要做的事情，然后继续迈进，所以走了他们现在走的这个路。那如果 SpaceX 是一家火箭公司的话，飞鹰1号其实是有它的用途的。那其实在那个时候比较敏感一点的，大家也很多说那个时候伊隆还接到了这个美国政府的单，说你干脆就不要搞火箭了。对，这个东西不赚钱，但是你有这个技术，那不如 OK 来帮助这个国防还是什么其他这些赛道吧。但那个时候 SpaceX 就坚决，这不是我们的宗旨 ，OK 跟我们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不做这个事情，所以选择走这条路。你当时是怎么从飞龙号调去了飞鹰9号？我那个时候在飞龙号加入的时候，反正开始做整个的这个掌管。SpaceX 的第一张单 ，OK 就是接 NASA 的单，是负责把地面上的东西运到了国际太空站。OK， 那你要做这个事情，你除了要有一支火箭，你还有一个太空的这个太空船，把这个货物到火箭升到太空以后，把它载到
这个太空站这样的任务。那飞龙号就是上面的这个最后的这个就是所谓的 last mile 吧，最后1公里，最后1公里，对，那就是这个定位。那所以那个时候呢，我是负责所有飞龙号的这个内部的嘛，所以呢，内部也是什么象征什么意义？就飞龙号这边有非常多的这边高深的科技，可是呢，太空人唯一接触到的部位就只有接触到我的部位。因为太空人一打开，他只有看到内部的这些，你知道他所谓的科幻电影都是在描述这个部位，对吧 ？Exactly， 这就是我负责，就是没有错，就是我负责的这个部位。你的上一份工作还在做食品，然后突然开始负责这么有科幻场景的一个地方，你是什么感受呀？就感觉很新奇，感觉很新奇。那有什么跟我们就是普通认知不一样的吗？或者跟科幻电影里不一样的？你说这个太空船内部，还是说这个工作？就是关于太空船。太空船内部大家一定会觉得哇，这是一个非常高大上 OK 的一个这个你看太空船的内部，哇，这是不是像科幻电影里面小说这样子，你看什么都是很高级的这 AI 这种机器自动化的东西？那其实呢，简单来讲，这个呢就是一个全世界最高科技的 IKEA OK 最高科技的宜家家具。真的 OK 怎么说呢OK 你说其实你在做什么？你在做一个全世界最高科技 OK 的橱柜。怎么样最高科技呢？第一要是最轻的，然后第二 OK 在最轻之下还要能够承受到所有家具都没有办法承受的这种的重力，并且几倍以上的重力。这就是我那个时候其实主要 OK 在做的这个一个工程的问题。那还有第三，你身为在这所有的东西的中心，你怎么样跟所有的系统这样的这个共和 OK 就是系统的就是这2点，你怎么样做一个最强的宜家，给你怎么样跟所有的东西就完美的这样的共和的这样协调。因为这些东西肯定并不存在，还要定制是吗？不止定制 OK 就是完全这很多的时候我们要自己开发的。所以你们要做家具可以这样想象，可以这样讲吧 OK 这个东西这个家具呢，对这个东西有一些家具我可以说这个橱柜可能比一栋房子还要贵。橱柜多少钱？这个具体数字我们就不透露了，但是呢你可以想象可能比一栋美国的房子，不是 LA 的房子哈，也不是旧金山的 OK 但是在可能比一栋美国的中西部的房子还要贵，就是要能够承受高大压力。对，那这个东西没有任何的这产品有具备这2个的这种的共和的，很少有这种产品，就是我们自己要看到时候开发的一个东西。这里面有多少 SKU 啊？你说在里面的这个内部这个部分吗？对SKU 的部分还好，但是你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也就是整个火箭的 SKU 其实是很多的。对，这个部分是多少？我们具体数字我们不说，但是呢，我给你一个概念 ，OK， 也就是我给你一个猜数量级，一个数量级，猜一下哈。就 SpaceX 呢在做这件事情嘛，他说 OK， 我们要做一个火箭工厂，那我们要开始做这个第一个这大量的生产。我请问你，好，那你觉得他认为什么样的团队最适合做这件事情？什么样的团队？对，什么样背景的团队？假设你今天是 SpaceX，OK， 你要请就是来做这件事情的人，OK， 掌管这件事情的人，你会认为说全世界现在什么既有的公司，OK， 最符合做这件事情？就他如果在这家公司待过，能给我几个选项吗？好，我给你讲，比如说波音公司，肯定 pass 了。好，那再来，比如说食品公司，OK， 比如说像 Tyson，OK。还是第三，汽车公司，比如说像 Mini Cooper，这几个，汽车公司吧，汽车公司 OK 是的确这个的，也就是 Mini Cooper，就 SpaceX 第一个找，然后来扩张整个 SpaceX 生产并且开发流程的，其实是一批 Mini Cooper 的团队。OK， 那你可能会觉得说 ，OK，Mini Cooper 这个车子 ，OK， 很多人觉得这个车子很好看 ，OK， 很 Q，OK， 但是这个东西跟 SpaceX 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不是奔驰、宝马呢？对，为什么不是奔驰、宝马？OK， 那 Mini Cooper 呢有一个特色，也就是呢，它在这个车系是在所有车系里面，刚刚回答你问题，最多 SKU 的车系。
你去开一台 Mini Cooper，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买过，或者你朋友们有没有过，但是你一定可以感觉到啊，我的屋顶可以是这7个颜色，我的这个旁边的这个像这个这后视镜 OK 可以是几个颜色，内部怎么等，整个加起来 OK 它的 SKU 是所有车系里面 OK 最高的。OK 也就是 Mini Cooper 的生产线在所有车系里面真正达到了一个高量但是高 SKU 变化控管的一个生产系统。那个时候这个也是最符合 SpaceX OK 的生产系统。那 SpaceX 你说为什么 SpaceX 会很高的 SKU 呢？那个时候 SpaceX 在发射的时候就是飞鹰9号，所以你就觉得SpaceX 到今天为止 OK 就是飞鹰1号飞鹰9号现在可能新建吧 OK 那就3个产品。可是呢在里面的人大家都知道飞鹰9号在早期的时候没有2个飞鹰9号是一模一样的。这是为什么？所有 SpaceX 每一个飞鹰9号的发射都为了下一个飞鹰9号 OK 在收集数据，对的错的好的坏的所有的东西都立刻纳在 OK 下一支飞鹰9号里面，立刻 OK 改进，立刻迭代，然后立刻发射。所以飞鹰9号在我们早期的时候7年里面可能发射上百次，没有2支飞鹰9号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它需要迭代，因为它不能保证每次都能成功。每一次都成功，但是每一次你都会学习到不一样的东西。对，所以这是为什么在火箭的这个生产线里面有了一个这么一个高量稳定但是高变化这样的一个需求。然后你后来就调去了飞鹰9号做首席制造的工程师。对，我在飞龙号反正做了1年。有1年。对，那反正呢像我刚刚说的嘛，我的项目是最备受瞩目的，很多的太空人的这些回馈等等的 OK 反正那个时候呢在 SpaceX 有另外一个笑话，也就是说你在 SpaceX 如果呢你做一件，你怎么知道你做得好还是不好？OK 你做得好唯一的奖赏 OK 公司就会给你更多的任务跟更多的事情 OK 这是唯一你就说 OK 你做得好，那你再多做一点。那个时候我在反正在飞龙号里面反正做的这第一个项目。那他们后来呢你也知道 SpaceX 反正接下来13年开始接下来的快速在准备要扩张这个飞鹰9号这个项目嘛。对，那飞鹰9号呢在一开始 OK 就是在你想想在12年的时候呢，全世界的这个发射OK 包括美国包括中国包括俄罗斯全部加起来了不起全世界发了77次。那个时候呢2012年 OK 2013年在开始在规划这整个飞鹰9号的这个制造跟这个的这个它的这个亮度的时候呢，英朗就非常的明显，就我不管我所有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按照每一年至少发射40次以上这样下去规划。之前1年是发多少？其实1年 OK 全球发射77次， SpaceX 在2012年2013年等等了不起 OK 就发射了1次。在一家发射1次的公司，英朗给全公司的目标 OK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火箭部门我们至少要有1年40次以上 OK 的规模。为什么是40次不是30次不是50次？这是 good questions OK 但是呢那个时候英朗就很明显的就是不要说40次30次 OK 说10次 OK 你再说一家公司 OK 你了不起我们今年做了飞了1次，我跟你说我明年我们要规划10倍这样的产能，你怎么感觉？感觉你疯了。 OK 那你不要说10倍，那现在说40倍，至少以这样的至少以这样的起点这样下规划。好，那时候大家也不知道伊朗想什么，反正就是好，那反正伊朗 SpaceX 非常明显，反正伊朗说了算，大家就相信伊朗。OK 那所以呢那现在火箭部门要大量这样扩张，我们要怎么样能够从一支火箭从做1次做40次，然后那我们就需要找更多可以在这一方面有专长的人。
那个时候呢，他们看我的这个背景，他就说：“哎，你就是做量产的，做食物量产，你就是做食物量产，你就是做这个自动化生产，你对生产比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了解。OK， 那你来赶快，那你来开始来做这个飞鹰9号的这个的扩张过程。所以那个时候他们为什么把我从飞鹰龙号调到了飞鹰9号，就是从这个音浪的这个需求开始。2013年是看到了什么，决定在那一年要开始扩张？也不是从那一年开始扩张，也就是呢，接下来音浪呢，从一开始他就决定说，火箭呢并不应该 ，OK 是火箭，火箭并不应该是火箭。对，火箭呢，大家都觉得火箭是一个高大上，火箭是一个哇，我们你知道吗？就在精工，在这个你知道无尘室里面这样的精工跑在，就感觉特殊的人才能做火箭，特殊人才能做火箭。OK， 的确，我可以，就是火箭的确它的规格是比所有东西之上，这个是的确的。但是音浪的认知是，即使在这样之下，火箭也不应该 OK 是这样的生产模式。他觉得跟造一辆特斯拉没什么本质区别。这个你说的非常非常的对点。OK， 就是特斯拉那个时候跟 SpaceX 是一个姐妹公司，所以呢，就像两个姐妹在同一个家庭里面。同一个家长 OK 总是会喜欢比较啊，姐姐今天做了什么事情，妹妹怎么样啦，怎么等等的 OK，所以呢，我觉得呢，音浪呢，身为两家公司的 CEO， 多多少少有这样的一个 crossover。所以她是姐姐，你们是妹妹是吗？谁是姐姐，谁是妹妹？我认为我们应该是妹妹，但是这就是偏外题了，这个东西。OK， 对，这个呢，而且我们他会真的比较吗？他会跟 SpaceX 说，你看特斯拉怎么样了？这是好问题。不会这样比较。但是呢，我们这是后面知道的，在当时不知道。但是后面，因为我们反正认识更多特斯拉的人嘛，我现在的伙伴也是特斯拉的嘛，他们会说呢，其实在当下的时候呢，音浪是非常明显的。OK， 音浪是非常偏 SpaceX 的，就是特斯拉人这样的感官哈。就是说呢，他们觉得说呢 ，SpaceX 呢就像是在这个家庭里面 ，OK， 就是一个就是很会花钱，然后就是最被宠坏的这个妹妹。你知道吗？然后呢，这个很辛苦的这个姐姐，我就需要去赚很多的钱 ，OK， 为了来资助这个妹妹 ，OK 所需要的这个所有的开发，然后妹妹有得到的都是比姐姐好很多的东西等等。所以她会在特斯拉里面念 SpaceX， 但是她会在 SpaceX 里面念特斯拉吗？也不会。其实呢，这两家公司的规格它不一样，所以它没有太早期的时候是没有太多交集的。你说做汽车跟做火箭 ，OK， 即使音浪的目标是希望把火箭像汽车化这样做，但是你必须承认这两个的规格还是差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这两个规格能从 SKU 去直观的量化吗？不能从 SKU 的直端，但是对一个东西的精细度，OK 的这个的，就我记得一个更简单的一个解释吧，就是说大家会觉得说火箭是什么东西 ，OK， 就是火箭是什么？就是你发一支火箭到这个地方，但是意味着什么东西？为什么火箭大家说这么高的规格，怎么等等的？那火箭象征的，也就是你今天想象，你今天开始从这里开车到洛杉矶，你开始一路开到你洛杉矶你的目的地的点，也就是你刚好开进你的家门口的时候。你最后一滴油刚刚好用完了，这个就是火箭，就是它是一个完完全全精算。你想想看，你在这么长途的旅行中可以发生任何的事情等等的这种风土等等的，但是精算到说我确定你到这个点的时候，你的燃料最后一滴用完了。因为你的燃料如果剩一堆的话，你就是一个烂火箭，你的效率就极端的低。火箭的最高境界就是能够把这整个东西控管到这种的精准度。那你觉得任何车子有办法even达到这样的精准度吗？车子的目的地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但是就算呢，就是在这个车子跟你说它有653迈，我可以在剩下的时候，你觉得它有多精准？在这种长途的觉得，但这就是火箭跟 SpaceX 跟特斯拉这样的，就是车企跟这个火箭之间所要求的这个的东西。那我现在讲另外一点，你从 SpaceX 从洛杉矶开到
从现在开到洛杉矶这个路程上面 OK 你还要经历过一个最极端的一个环境 OK 它可能热的时候 OK 几百度，冷的时候几百度，而且可以一天里面变几百度这样的温差，然后跟一个在全真空环境所以呢它是一个规格上面的确跟车子的要求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产品，但是即使在这个之下，英朗认为我们回归到 SpaceX 要达到的这个目标，我们如果要能够真正开拓宇宙，真正的把这个东西做成一件事，那火箭即使这么高的规格，必须把它做成像车子这样的一个简单化。它既然这么难，需要这么高的精度，你在开始负责这个飞鹰9号之前，你是没有任何这个火箭相关背景的，哪怕你在管飞龙号的时候，它其实也不直接相关，对不对？没错。那我觉得这样一看到这个就懵了呀，你怎么接手这个工作呢？你是这个团队的负责人吗？我这个团队的负责人，他会怎么改用你啊？对，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对，那所以你说今天要找任何一个人，我问你，你觉得好了，你今天去找一个专家，你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有几个真的能够符合你想要找的这个专家？他可以从他那个团队 promote 一个人。Yes, that's true. 但是这个团队里面也是20几岁，从好大学这样毕业，很聪明的一些人。所以 SpaceX 的定义，他在乎一个人能够在短时间里面能够吸收多少，能够成长多少，能够适应多少，比起你以前过去几十年这样的经验。为什么？因为经验的确能够帮助你在很多事情上在一开始起点有比更多人更高的高点，但是在 SpaceX 这家公司里面，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定义成是一家其他的公司。怎么说？在很多其他的公司里面，你可能一年，我跟老板说，我给这个项目省了 10%、20%、30%， OK， 这样的效率你了不起了，升级 OK 加奖金。你跟银行说我今天给这个项目增加了 30% OK 这样的效率，银行会叫你滚出去。滚出去？你根本没有在思考。他真的会说滚出去吗？我等一下说这个故事。但是 SpaceX OK 的这个标准，你如果没有从倍级，也就是这个东西是一个10倍级，也就是在英文叫做 order of magnitude， 也就是10倍级或者100倍级这样的跳跃的话 OK 你根本就没有在做你的事情。这样的一个起点。OK， 那回归到你刚刚问题，那他会叫你滚出去吗？ OK， 那伊朗呢？跟伊朗的沟通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们身为高管，我们常常要跟伊朗沟通。听说过，对不对？一点点，对不对？大家都觉得说对伊朗沟通是一个很酷的事情。哇，你天天见伊朗，是不是天天跟伊朗 high five？OK， 很酷。伊朗现在是的名人，对不对？伊朗怎么样？伊朗怎么样？那伊朗呢，只会跟你开会开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的东西迟到了。第二件事情，你的东西做不出来。第三件事情，你的东西需要更多的钱。所以3件事情跟伊朗开发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会议，像我在跟你在聊天这样的事情，都是一个非常高压、非常难的一个态度。那所以呢，那在跟伊朗里面，伊朗呢是一个极端聪明的一个人。伊朗也常常说他是 SpaceX 的总工程师、总设计师。你可能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扯的事情，我可以自己我可以创一家公司，我可以自己做 CEO， 现在也要说啊，我自己也是这家公司，火箭是我设计的 OK 等等。但是呢，从一个 SpaceX 里面的人讲说这句话其实也没有那么的错，没有那么的错，但还是错的。其实严格来讲没有错 OK。 为什么说总设计师是什么？总设计师决定这整个公司的方向跟整个设计的这个规格，which OK 所有公司大大小小的事情 OK 的确最后一个拍板的的确是伊朗。
所以说呢，他自己说他自己一个火箭的这个总设计师或者这家公司的总工程师 ，OK， 其实也严格来讲没有那么的错，OK， 但是在这之下 ，OK， 你在跟伊朗沟通的时候，对，伊朗会问你，对不对？反正伊朗呢，从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第一逻辑的角度出发，对，他会问你一个非常就简单直接的事情 ，OK， 很多时候呢。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事情呢，在行业里面久的人 ，OK， 肯定会觉得就懵了 ，OK， 就是你在说什么 ，OK， 但是你如果从一个伊朗第一原理的角度来讲，你就才会了解它 ，OK， 也就是能回到说，伊朗呢会不会比较 SpaceX 跟 Tesla 这件事情？伊朗常常最喜欢的事情 ，OK， 就提的就是说，喂，我做一台 Model S， 或者我后面我做一台 Model 3。了不起了，全部的加起来的成本就这么多的钱。那你今天为什么一个火箭的引擎或者一个火箭的这个部位，你需要 OK 是这么多的钱，并且呢你的效率是这么的低？这是一个很简单，就伊朗就直接的一个对比。怎么回答他这个问题啊？我们是火箭啊。我觉得很多公司你可以讲我们是火箭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伊朗就会直接问更细的。我举一个例子吧，我觉得这个例子可能会比较清晰。对，我那个时候呢，反正在猎鹰9号，对，反正开始管理以后，反正一个部门接一个部门，反正所有大大小小猎鹰9号上面的部位，基本上后面都是我管的。那我那个时候呢，管了一个部门 ，OK， 是飞鹰9号上面的一个超级高压筒 ，OK， 这个东西。反正就是桌子那么大，给2米差不多长的一个高压筒。你说高压筒是什么样？就是跟瓦斯桶一样嘛，就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OK， 那高压筒我给你一个具体的一个例子，你自己开车，你相不相信轮胎是一个很高压的东西？就是你打开轮胎，噗这样的那个声音。是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体验到。OK， 那轮胎的压力呢是40 psi。OK， 那这个高压筒我们在做的这个火箭 ，OK 是上万级。这样的一个同样的一个 PSI，所以你可以感觉它是一个巨无霸，一个超级的一个高压筒，然后并且又要轻 ，OK， 你看火箭要所谓的轻，所以你要轻，又要这个全世界最耐压的一个产品，那大家都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工艺，你不能够失去任何的一点，因为你任何一点，它这个东西就会爆炸，是一颗炸弹。那这个东西呢，在 SpaceX 以往呢，都是直接跟采购商直接收买的。OK， 这个东西很贵，因为你想想看，要能够做一个所有完全无瑕疵，然后又那么高压、那么轻的东西，采购商跟你说这个东西一年都会10几万元，10几万美元，10几万美元就算了。OK， 最主要的是采购商一年说10几万美元，我了不起了，我一年就能够给你几个？你这神经病啊！我这么高精的东西，我怎么可能能够做你跟我要的这个数字？说你一年要多少个？就是要你发射40次这种飞鹰9号这样之下。那伊朗听了这个以后就觉得说这超扯的，我们就只要一年发40次你就跟不上了，那你就滚吧，我们自己开发。所以呢，伊朗就直接把这个东西就丢过来给我们。比如说你们这个东西，反正你们就去想，反正这东西我们要自己做了，而且我们要做全业界里面最厉害的高压筒，绝对不能够就直接做一样的，所以我们就自己回去，反正做了一段时间，然后做回来了，好，我们把这个成品带回来给英朗了，我们的确做出来了自家的，而且呢比业界的成本低 90%， 而且量能够跟得上这个飞鹰9号。然后我们自己非常非常的自豪，我们觉得说我们自己全世界最牛的一个团队 ，OK， 没有人能够做这，或许是一个奇迹 ，OK， 这个回头看怎么做出来的呢？我觉得这过去的这个辛酸 ，OK， 我们可以再讲3个小时，我们就不讲了这个东西，但是是非常非常多的时间的投入跟这样的这个迭代，反正最终做出来了 ，OK， 这个那当然做出来的第一点。到这个伊朗的这个桌面的时候呢，你猜伊朗怎么回答的 ？Good， 我觉得他连这 good 这个字都没有讲，他也没有说你 bad，fine， 甚至都没有讲这个事情。OK，
Yes， 就是一般人都会讲这句话 ，Good, bad, fine, OK， 对不对？伊朗第一句话来问，你有没有看过可乐罐的生产？就没有 kidding， 就是所有你看我们刚才讲那么多，给我们做的多厉害的，好，给伊朗看，你有没有看过可乐罐的生产？这是他唯一的一个回答。然后我们就想说 ，OK， 我们当然知道可乐罐的生产，但是伊朗你在讲什么东西 ？OK， 我们知道 ，Yes， 我没有看过。然后呢，那伊朗说，这个可乐罐的生产，你想想看，你在做的这个东西是一个耐压的产品，可乐罐从第一原理也是一个耐压的产品。那为什么可乐罐可以在1分钟里面生产上千个可乐罐，然后以几分钱这样的角度能够去做这个东西？你今天这个东西，即使你做的所有的改革还是一样，是这个量跟这个价格，你们是不是还有待在改进的这个空间？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很直接跟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对话，那也是一个很代表伊朗的一个对话。你说伊朗是不是一个不好的人？他会泼你冷水，他会说你说他是一个很严格、这样不讲理的一个老板，也不是。但是呢，他提出了一点，就是说从严格工程的角度，你有办法去反驳他吗？你从第一原理思维没有办法去反驳它。当然你可以说可乐罐跟火箭高升的这东西这差太远，你也扯太远了。但是如果你朝它这个终极的这个境界来讲，这两个东西是一样的，从一个物理的角度 OK 是一样的东西。那这个就是伊朗跟所有团队的这个沟通，就是说你说他会把你叫滚出去吗？他会叫你，他会摔椅子说你们是全部怎么样？伊朗呢其实是一个很平的一个人，对不对？他也知道你做了什么事情，没做了什么事情 OK， 但是呢他会持续的 OK 再把你推到你不知道你可以到的一个境界。那你们走出那个会议室以后还在继续优化吗？我们还是继续优化。当然你从一个火箭的这个产品不可能到一个可乐罐 OK， 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一个，但是呢他的确给你的一个想法，就是 OK 好，的确从这个角度对不对，我们还有办法再挤出一些我们之前没有想过的东西。和伊朗开会有任何的正反馈吗？他会鼓励你吗？从来没有吗？他是一个没有任何情绪价值的老板吗？他的情绪价值呢，跟我觉得很多所有的老板或者 CEO 我觉得很不一样。OK， 那大家呢，我可能之前有说，就是大家跟随伊朗 OK， 是因为伊朗是一个很真的一个人 OK， 他很相信他自己的东西，那他也自己也知道他在讲什么事情，对不对？那他是一个把自己永远放在最前位，然后跟你一起奋斗的一个人，所以他其实是从一个心里面在那边在领导这整个团队的一个人。OK， 那你说他会不会去骂你，还是会不会是鼓掌你？其实伊朗呢是从一个人为上面，他是一个很平的一个人，很平的一个人，是他没有等级意识，他没有太多的这个喜怒哀乐。OK， 其实他你可以很平的一个人，情绪很平的一个人，你可以严格讲，他可能是一个很无聊的一个人。OK， 虽然你可以看见伊朗可能现在比较风趣啦，在大众面前，我觉得是他经过10几年以后练习出来的，但他平时他是一个深度，他是一个很平的一个人。没有什么情绪波动。对，他生气的时候，他也不会摔桌子。对，他开心的时候呢，他会像小孩子一样的开心。怎么像小孩子一样开心？他就觉得他是这个很酷，这个怎么样？然后跟你在那开一个这样的这个冷笑话等等。OK， 但是呢，他就是一个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的，你可以很明显的知道伊朗开心或者你做对的事情的时候，因为他就是他蛮真情这样子的，会释放出来，他会释放出来，那你也可以感受得到。那全公司在努力 OK 都会觉得说，我也都希望就是你知道吗？就伊朗开心这样子的一个点。
哦，但是他不会表扬你，他只是会自己开心。他会很开心，他会觉得说，对，那你说我们做这个高压，对不对？那我们把这个东西把它产品化，那我们甚至做出了一个像全自动化的地方，这是我在 SpaceX 可能最大的一个计划。OK， 跟他就要了几百万美金，那我们真的就把这个像汽车一样，把这个全自动化的这个生产。就是真的就做出来了，全世界的第一个这么高规格量化的这个生产量做出来了。对，那伊朗那个时候在看我的这个表格，当然你在准备给伊朗的时候，你是有充足的准备了。我那个 PPT 大概改了22次。你跟他开过多少会啊？一共？我跟他呢，如果严格来讲，你说每个礼拜会不会开会？不一定，但是有事情的时候，可能一个礼拜不止开一次会。OK， 伊朗开会不是为了开会。伊朗不会跟你说，我每个礼拜跟你在那边开会定期，就是你跟我 update 什么东西的。伊朗只会跟你开3个会，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事情，就是我需要跟你讲话的时候，我会跟你讲话，其他时间我要没有跟你讲话，其实你就是做的不错，你就继续做吧，就是这样的定义。他下来的人跟我说他会骂人啊，他骂人很凶，他当然会骂人。从来没有骂过你们吗？有啊，可是他骂人呢不是很凶，他骂人比凶更恐怖。直接开了，直接看了。这个东西有时候我很早期身为高管的时候就是亲眼体验到的，就有人说过了，音浪不会大声，音浪不会怎么样，但是那个时候在那个场景很明显，就是我们在过一个这个设计，对不对？那也是公司一个也算蛮资深的一个工程师，我可以在做这个整个他的报告，然后跟音浪报告进度，当然进度不如预期，所以伊朗开始跟他在那边对峙了。你为什么不做这样？你为什么不这样？为什么不想那样？不想那样？讲到最后，那个人直接来一句：“伊朗，你要做的这个东西不可能。”你不能跟他这么说。你要求这个东西不可能，做不到。伊朗当下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因为那个时候是我身为高管以后跟他开了一个比较早期的一个会，他直接来一句，就很淡定的。说好，那我接受你的辞呈。你想想看，你我在这个同样这个房间里面，我们就高管坐在后面在听这个报告，然后把最后来这一句，好，你觉得接下来的30秒是怎么样？沉默，空气凝结，差不多是这样。我觉得是，反正是。就是人家说时间这样停顿，可能就真的是那种感觉吧。你有看到那个同事走出来的时候的表情吗？你们总觉得那公司就直接就说 OK， 那他就走出去了。就这样子，就很淡定。那你说这是伊朗看人有没有在那边拍桌子？有没有在那边丢椅子？有没有在那边你是全世界最大的废物？他没有咆哮，他从来没有咆哮，没有咆哮。他不会咆哮，他就说我就接受你的辞呈。外界很多时候都会觉得他是一个暴君，其实你看到的不是。但外界的确很多这样直言，那我不怀疑 OK， 他的确在一些场景下他会这样子，因为他是一个像我说的，他是一个非常真情的一个人，他不太会克制他自己心里想的，对，他想要跟你开个冷笑话就给你开个冷笑话。像家人 OK， 有时候离开他的时候，有时候他也会像小孩子一样的这样的反应。你刚才讲了，就是公司为什么敢用你作为飞鹰9号的首席制造工程师。但从你的角度，你一来到这个岗位，你面对的是一摊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肯定头都炸了。从一个没有做过火箭的人，然后开始我要负责一个火箭的项目。其实很简单。很多的确在飞鹰9号的项目的人 OK， 都是对飞鹰9号各个的工程非常非常内行的工程师，非常聪明的人，也非常有干劲的一些工程师，年轻的工程师。那他们的确，他们很多人是毕业完第一份工作以后OK 就加入了 SpaceX， 所以他们从来没有做过生产这件事情。对，所以说当我把生产说 OK 好，那我们要做40台火箭，好，那我们现在逻辑来思考，40台火箭需要什么？我们开始把一个表格这样发出来 ，OK， 我们需要40台火箭生进之后 ，OK， 你需要在这个时间点里面做什么？这些很基础，我觉得大家可能觉得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OK， 可是很多时候呢，这些工程师非常的聪明，可是可能很多时候就需要一些整合。
那个时候呢，我就在做这个整合这个角色。你看 Musk 会把 Model 3、Model X 跟火箭来对比，你觉得飞鹰9号它相当于如果是车的那个序号的话，它到了 Model 几啊？飞鹰9号一定是一个不要说 SpaceX， 那我认为航空航天界的吧 Model T。Model T？OK， 什么 Model T 呢？就很早。Model T 是福特那个时候在早期在颠覆整个汽车产业的时候的第一个产品，就把汽车第一次大量化。OK， 就是 Model T。那我认为飞鹰9号更实切的是一个 Model T。它还没有到特斯拉的时候，远远没有到，还没有到特斯拉，这差了100年，真的差了100年。你说现在新建的整个规划跟飞鹰9号就是完完全全是两个级别。星链能到什么时刻呢？如果类比汽车产业，新建吗？按照伊朗所说的吗？他是希望一步能够跨到 Model 3。OK， 但是我认为呢，这个有点悬，我觉得能够到 Model S 可能就不错了。这个是在什么时间啊？规划？我们看时间吧，我们就从历史看未来。飞鹰9号总共花了10年的时间，从开发一直把这个回收整个这样的就是回收这样第一支火箭，然后这个里程碑。那新建花了整整1半的时间做到这个里程碑，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按照历史去推未来的话，那或许新建能够在未来的2-3年内能够达到这个境界。你觉得它能达到 Model 系列吗？我认为是可以持续这个贯彻的，以我们对新建，然后以对这个整个所有我们还在那边奋斗的朋友们的跟我们的这些 feedback， 对，我觉得应该是目前是可以达到的。你作为飞鹰9号的就是首席制造工程师，你能不能从内部视角来跟我们讲讲这个飞鹰的它的发展，它有什么样的里程碑啊？整个飞鹰的系列可以。飞鹰其实大家都觉得说 OK， 飞鹰9号就是一个飞鹰9号 OK， 就是飞鹰9号这个名字。可是飞鹰9号呢2个大的里程碑，第一个就是飞鹰9号能够达到回收2015年的回收，这是第一个里程碑，就是第一个飞鹰9号能够真的在2015年成功。然后第二个也就是在这个回收以后能够大量持续量化生产，并且能够持续这样完成这个任务，我觉得这是第二个里程碑。所以我觉得飞鹰9号就是2个里程碑。第一，就是飞鹰9号一开始发射成功进轨道，那不是一件事。发射成功进轨道，成功的回收了 ，OK， 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那在这个里程碑之上，能够做到一整个系统。不只能够回收，并且能够量化，这是真正的飞鹰9号最后的一个里程碑。这个大概在什么时间？2年内。哇，那这3年内事情很密集啊，非常密集。我常常跟很多人讲，就是 SpaceX 的这个开发史。你看，SpaceX 是2002年创立，那他可能花了第一个10年，2002到2012年。完成了所谓的这个 startup 的0到1。那我们加入 SpaceX， 然后在奋斗的这些年 ，OK， 就是所谓的 SpaceX 的这个第2部曲 ，OK， 也就是1到1000。那现在呢 ，SpaceX OK 到从22年 OK 到后面，就整个平台，然后再加上整个太空产业的开发，这是 SpaceX 第3部曲。也就是第3代人接下来做的事情。飞鹰9号经历了成功和失败，当然先是失败更多。这个故事能不能给大家讲讲？从2015年第一次降落 ，OK， 回收成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那你可以想象，那是你参与了对吧？当然参与了，对。那在那个当下，你可以想象在飞鹰9号那个时候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是一支在业界里面非常非常先进的火箭了。我觉得在所有业界，不管是 NASA 的规格，不管是 ULA， 不管是反正全世界任何的火箭规格，飞鹰9号在那个当下
OK 已经是公认非常先进的一支火箭。但是在那个当下，2015年、2016年，我们接连 OK 发射了2次 OK 的失败，那并且2次的失败都跟我的部门有关。因为那个时候我说了嘛，我管了就是所有的这些飞鹰9号的这些部位的部门 ，OK， 只要不是壳给引擎，基本上都是我的部门，所以都跟我的部门有关。所以那个时候我会说，大家会认为说啊 ，SpaceX 在你知道一开始飞1号到2008年，这是 SpaceX 最困难的时候。No， 所以最困难的时候其实就是 exactly 在15年、16年这个时候，刚刚经历了一次成功啊。不只经历一次成功，经历了多次成功，并且你已经在整个业界里面是最前面的时候，你失败了。你失败的时候呢，现在问题来了，你已经是整个业界里面大家对标的一个目标 ，OK， 你已经是跑在整个业界前面，你失败了。你失败的时候呢，你问谁这个问题？出了问题，那个时候发射在发射台上面瞬间爆炸了。所有人那个时候都认为这是飞鹰9号最完美的一个版本，不可能再进阶了。这个东西我们改进过所有最完美的一个版本，那突然间失败了，所有业界认为这是最完美，我们也不知道，没有人知道。所以在你一个不知的一个环境之下，那你也知道说你只有你的钱也就只有这么多，你要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整个公司 OK 可能就是当下就截止了。这是我记得在 SpaceX 15年、16年是我在 SpaceX 里面最低，就不要说我，全公司 OK 最大困难的时候。16那时候每天的表情是什么样的？一样的表情，其实跟他平时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这也是我给英朗跟所有我觉得 SpaceX 团队在这个的当下，大家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不一样，这有什么就是 OK 我们有一个很困难的困难，没错，也是的确是一个公司很困难的事情，没错，但是我们就是反正还是一样按照我们的方式一一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英朗那个时候，你看像这个时候发生问题了，第一件事会干什么？谁负责呢？很多公司谁负责呢？规则。谁做这个事情呢？把它找出来，把它砍了，给这东西。OK， 我们把这个人砍了，所以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可以继续在正常前。OK， NASA 可没有那么简单，你要没有办法能够找到这个东西的一个原点，它就是整个管你 SpaceX 再多超前，你就是不准飞。你不飞没钱，你觉得在 SpaceX 那个时候那么庞大的体系，每一个月烧多少钱？所以即使你再有再多的钱，在那个时候其实是最风险的时候，就在量化的时候。你当时压力大吗？你的部门出问题？压力大到我那个时候，其实在那之前啊，我很久没有生病。我刚刚可能早期跟你说，我在回归看来，我人最累的时候 ，OK， 可能是在我第一份工作 ，OK， 做3个小时完成所有的，每天8个小时就可以回家，然后这样子，那是我最累的时候。在 SpaceX 每一天 ，OK， 基本上是996。OK， 大家认为说 OK， 中国有996可以跟全球竞争，那大家可能没有想到的是，马斯克也有个996，在美国。OK， 那中国可能有一些比较便宜的劳工，或许能够在生产上面有优势，或者在更厉害的工程师。对，那 SpaceX 有一些完全免费的工程师，基本上进免费的工程师，我以时间这样除以这样。你们没有加班工资啊？我们完全没有加班工资，那每一个人基本上12个小时6天，这是一个蛮基本的一个东西。这是美国劳工法，这不是 SpaceX 发明的。大家觉得在美国生产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那美国的确有分，对不对？就是你是一个hourly 的劳工，那 fine， 你有加班费，你有这个时薪。那你要是一个工程师，你要是一个管理人员，他们是完全没有这个受限的，就是你是一个责任制的，你完成你的事情，你需要多少时间完成你的事情，你就花多少时间。你1个小时能够做完事情，那
非常好，回家睡觉任你开心。你要需要24个小时，那你就留着吧。OK， 那就是 SpaceX 那个时候的状况。所以后来找到问题根源了吧？那个时候呢，都是很细微的问题。我们经历到了几个月，就长期不断，所有在一个未知下，然后真的就靠自己直觉，然后测试所有我们的可能性。那也其实运气也是一部分，因为你说那个时候有办法在这么短时间内能够测试所有的这些原因吗？不可能。你那个时候只能够靠直觉跟靠你的运气，就真的跟被你猜中了。那个时候基本上 SpaceX 就到了这个到了阶段，那我们真的被我们猜中了。那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边缘设计的，就是在所有设计产品里面，大家最怕的嘛，就是我们未知，OK 这个点，那真的被我们弄出来了，就是这个点。然后经过反正这个地方的改变，那飞鹰9号在这之后，我说英文叫 knock on wood， OK， 就希望不会再发生。但是到目前为止600多次的发射没有什么问题。我看到你之前跟媒体回忆过，就是那一天的发射是2015年的6月28号，是马斯克44岁的生日，然后那天你迟到了，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你那天为什么迟到了？那因为是第一次发射，总共2次，对，那次也没有所谓的迟到。我呢一般是很早上班的，一般我喜欢早进公司，然后希望能够早出公司，但是我习惯早上的时候工作。对，那个时候呢，我比一般的时候呢就晚睡了一点。对，那我进公司的时候，反正公司这个发射已经在进行当中了，我就刚刚好，就是华磊我可以进来，刚好看到了。对，那个时候呢，反正我就问周边的人，哎，怎么样？今天发射怎么样？我才刚到。他说，看起来不妙。我可以看这个数据，我就哇，这完了，这个东西就是这一句话，看起来不妙。那的确，在非常短的时间以后，就火箭就出事了。在这种时刻会偷偷的去看伊隆的表情吗？每次发射的现场？也不会，因为伊朗那个时候呢，其实他是坐在这个发射这个控制室里面嘛，就是 SpaceX 的设计。如果去 SpaceX 有一个，反正 SpaceX 一个最大的组装厂，那它在这个组装厂的前面有一个控制台，那这个控制台就像 NASA 这样的一个控制台，就所有这些上面的这个火箭的这个指标，那当然是比 NASA 更先进，就是看起来像一个21世纪的这样的控制台，然后就反正所有 SpaceX 员工就围绕这个控制台，然后在那边一起观看这个整个发射的这个进展。对，那当然伊朗是坐在里面，对，然后在发在最前面这个部分。对，所以我没有看到伊朗的表情，我坐在最前面。但是可以想象，对不对？在你的生日里面发生这种事情，应该是一个蛮深刻的一个体验。6月28号。你为什么会从 SpaceX 离开呀？我在2018年的年底的时候，也就是真的年底，也就是12月31号那一天，记得都好清楚。12月31号，为什么会记得这么清楚？因为这是一个，反正伊朗呢对全公司发了一个全公司的一个 email， 就说 OK 好，今天10月，你如果今天 OK 下单买一台特斯拉并且在今天立刻取货 ，OK 我就送你全自动驾驶。在2018年12月31号，那个时候呢，我印象很深刻，我就说 OK 好，那个时候在那个之前，我其实也没有想过电车 ，OK 我开的车很满意，我也没有试过电车，我没有想过要改车，但是那个时候呢，英朗这样说了这句话，那我就觉得 OK 好，那 fine。好，那特斯拉 OK 不是那么反正在经历过一些比较困难的这个状况，那我们就反正就帮助我们的姐妹公司吧。对，那个时候反正我就下了单，然后买一台特斯拉 Model 3，也是我全世界第一台新车，那并且是台电车。那我在领车，我开始开那台车的那个刹那，我就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体验，可以从一个机械工程的这个角度。我认为这个电车这个平台 OK 是它不会是一个噱头，
它也不会是一个特斯拉就是专有的一个平台。就这个东西在从各个角度上面都比现在的这个油车 OK 有可能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潜力。OK，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哇，我开这个体验让我感觉，如果有一天我如果觉得说哪一个机会比 SpaceX 还要更大，那一定是在电车产业里面。所以那个时候当下我就决定说 OK fine， 我离开 SpaceX 以后我就要加入一家电车公司。那刚好这个机会在2019年的时候呈现了，那个时候在 LA 就有一批特斯拉一批 SpaceX 人去加入一个早期的一个特斯拉一个电池公司，给专门做大型的电池给卡车跟商用车使用。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东西非常有意义，反正就加入他们的行业，所以离开了 SpaceX。 你对火箭没有执念吗？怎么说执念呢？就是这个事情没实现我不能走。这个事情呢永远实现不完，对不对？你觉得说飞鹰9号是不是有一个据点，是不是星舰是不是有一个据点，但是你如果回归到就是 SpaceX 的这个宗旨，就是外太空还太大，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留在这个星球上面？如果已经这样目标的话，其实说星舰算有，星舰只是第一步。你觉得 SpaceX 现在有星舰有星链有这些什么太空数据中心，这些才是刚刚开始。就 SpaceX 是要开拓宇宙，然后他常在讲火星，因为火星只是第一步。对，所以我深信就是太空还有非常非常长的路，那也是一个接下来一个非常充满想象并且充满商业价值的一个空间。如果让你给外行解释一下这个航天的产业链，从上游到下游，你会把它描述成哪些环节？好，我觉得简单来讲，上游你可以讲就是简单来讲是一个苦活。OK， 你说的这个火箭的建造、火箭的开发、火箭的发射、卫星的建造 ，OK， 太空站的建造、开发等等，这都是上游。这是你们做的那个环节。就是我们做这个环节。那当你把你这个东西发射到太空以后，你觉得没事了吗 ？OK， 那在上面 ，OK， 卫星跟卫星之间 ，OK， 这样的控管，卫星需要的调整，卫星需要的管理，卫星需要把数据传输到地面，这整条的这个控管，我们叫做 mid layer， 这叫可能是中游。那下游是什么？下游就是说 ，OK， 好，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 so what。你要把火箭飞上去，太空在上面了，给卫星在上面了，然后呢？你能够做什么 ？OK， 那我觉得现在最明显的一个就是所谓的应用层。那现在最明显的当然是星链。OK， 那我觉得星链不管你我 ，OK，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飞机上面体验过，给这个无所不在高速网络的这样的连接，我觉得才是一个刚刚的一个起点。那你说在全世界布局没有一点的一个完全无缝隙的一个侦测 ，OK， 这个对 AI 对接下来这个整个的 physical AI 的一个开发，这个全新的一个数据库。那么我再想大一点，在这个低轨这个赛道，只有卫星吗？那能不能做一些更大的这个东西？这个空间是一个比地球大好几倍的一个空间。那有什么东西在地球上是可以在地球外 OK 做比地球上更好的东西？什么呢？分开来讲呢，其实呢，我们这个要回归到这个太空的这个独立的一个环境。你说太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太空是一个完全真空，完全一个也不能说它是高温低温，它就是一个真空的一个环境。那并且呢是一个无重力的一个环境。那很多的材料科学在这个环境里面 OK 是可以开发出一些完完全全在地球上开发不出来的东西。我简单来讲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东西，也就是一个球。你就觉得开发一颗球什么有什么问题 OK， 我们天天在那边踢一颗球，在那边篮球什么这么太多球，太空有什么厉害的球？在地球上你要生产出一颗完美的球状 OK， 其实在一个机械工程上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工艺，可是在太空它就是一个瞬间的一个东西。任何东西在太空无重力状态下，它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最完美的一个球状。
OK， 好，那你说最完美的厨房能够做什么？好，那大家想象在这个里面 ，OK， 或许第一个应用在一个人类的一个新的一个工程的眼角膜。OK， 希望在对一些失明的人，在视力有问题的人，这个完美无瑕的一个服刑，在地球上可能需要花无比的工艺才能够做出来的事情，在太空是非常非常轻松的事情，这是第一点。OK， 太空我们刚刚说了，在这种无重力状态下，在材料科学上面，你还能够开发什么？我们现在在关注的一家公司，希望在利用太空这种独特的环境，在开发下一端的这个晶圆。现在大家不是说吗 ？OK， 晶片都缺晶片，我需要晶片，更多的晶片，更好的晶片，更高效能的晶片。那晶片的起点是晶圆，你的晶圆的纯度跟你的晶圆的这个亮度 ，OK， 能够决定你后面就是它的表现。对这一块，对，所以呢，现在我们在看这家公司，就是运用在这个 SpaceX 这个平台上面，怎么样做下一代超越，就是现在你所看的晶片的晶圆。你说的这是一个创业公司，这其实是你现在做投资做的事情，你在寻找这样的创业公司。那他怎么基于 SpaceX 的平台去做这件事情呢？因为现在还没有这个先决条件，他没有 SpaceX 那样的资源，他跟 SpaceX 是什么关系呢？他需要跟他合作吗？就是跟他合作，然后就是另外一点，我们投资里面其实我们一个很底层的一个逻辑，就是其实你看太空产业里 ，SpaceX 在过去的20年努力开发出一个像苹果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平台，所以呢，你在太空接下来的这个所有大大小小的创业，你可以就把它纳分为2种，一种就是所谓的苹果链 SpaceX 链，苹果链 SpaceX 链，OK， 你是顺着这个 SpaceX， 你知道它的长期目标，你知道它要做什么，你也知道 OK， 就是里面在做这些事情的所有的这些人，那你要非常相信它能做成啊。OK， 这是一点 OK，这个然后你能相信它能做成，并且你也确定知道它能做成，这是有很多内部信息的人。当然，然后第二步呢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非常简单的 Android， 就像苹果一样。对不对？我们反正在出自于这个产业里面的人，他们在某一个细节、某一个地方 ，OK， 他们有比所有业界里面非常非常艰深的这些逻辑。那并且，我 SpaceX 一定是像苹果一样，它是一个垂直整合，反正你要在我链里面，你要跟我这样的，在我这个大体系里面的。但是还有一个除了 SpaceX 以外很大的一个市场给全世界，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 Android 链。所以呢，在这个行业里面，你就是要么是这2个派系。那在这个2个派系里面，其实最核心的一批的创业者，也是我们很关心的一批创业者，像你刚刚讲到的，你怎么认识这些人？你是不是里面的人？那其实就是我们所谓俗称的这些新的这些 Elon Mafia， 也就是我们的这些以前出自于 SpaceX， 那一起共事过，也非常了解里面底层逻辑，那也非常年轻，非常能干，并且 OK 非常在这个领域里面有独特的认知的一群人，这是我们其实基金一个很大的一个底层的一个排放来源。太空的产业链现在实际被点亮到多少了呀？这个产业链还是一片蓝海吗？我觉得你看看怎么样的一个时间点，跟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规模。在今天这个时间点，我觉得你如果看看在今后太空可以是什么，那当然这一切是蓝海。甚至你说 OK， 那如果就是晋级的 OK， 大家可能会最直接，好，不要管那么多，不要跟我讲星辰大海，你就对地球现在 OK 上面已经有星链了，那还能够玩什么？但是你如果实际去想，就地球上的这整个数据，然后并且刚刚我说的，在天空外面的这个通讯网是一个远远超越地球上任何最先进的光纤通讯网的时候，那你把这个同样的数学一算，其实呢，地球外面在10个星链可能都不够。做一个不恰当的产业对比，你觉得今天更像比如说95年的互联网，还是像10年的移动互联网？但我觉得在你的理解下，它可能是一个更广阔的一个市场，对吧？我认为是一个更大。
更有潜力的，而且这只是一个第一个点。它是一个无限倍是吗？先把这个东西做起来以后，然后但这个东西间接了 OK 能够带动又回归到地球，因为我们不要讲就是外太空以外其他离我们太远的这个星辰大海的东西就回到地球，间接在有这个网络以后对地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生态的影响 OK 那是一个第二波我认为的 AWS 是一个第二什么的，在一个就像现在所有的你说的这些移动物联网、互联网建立在 AWS 就云上 OK 这些所应用，我觉得现在才接下来才刚刚甚至才刚刚开始，而且呢这个东西呢是有一个很多国大家可以互相参与的一个部分，对不对？以前的太空可能是一个只有大国 OK 才能够做的事情，不管是美国还是俄罗斯还是中国，但现在当今的今天，全世界有77个太空总署，77个目前大大小小的国家，那这个东西只会增加，这个东西只会增加，只会增加。那它的主体还是国家吗？还是平台？国家平台我觉得混在一起，但在一个太空里的这个世界里面，这是一个太空我觉得可能最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当一个比如说你拥有一个太空站在上面，那这个太空站属于哪一个国家？对呀，现在这是未知的，这是一个未知的，这也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带人类去开发的一个领域，那很广阔啊。所以我就想可以把这个的想象空间可以打得很大。你觉得 SpaceX 在这个太空空间会成为一个多大的权力主体？SpaceX 呢是我常常跟很多投资人 OK 在争执的地方。OK 就是我们远在开始做投资的时候，甚至更早，我就常常跟大家在那边说 OK 我觉得大家会问我说你有没有 SpaceX 的股票啊，你有没有卖啊什么等等的。有没有卖？我说我没有卖。为什么我卖了一点 OK 我比如说完全没卖，有卖了一点 OK 那你说那为什么没卖 OK 因为我觉得说这个东西的估值完完全全还没有到它一点点的可能性 OK 我觉得 SpaceX 呢是一个就是在大航海时代里面的 East India Company OK 就是那个时候反正穿越欧洲美洲 OK 这样的一家就是非常不管是在财力还是在所有的影响力非常大的一家公司，而且现在才刚刚开始。SpaceX 竞争对手是谁呀？你想要听马斯克的原话吗？想，因为我们也在 SpaceX 中问马斯克这一句话，就是说我们的竞争对手是谁？那马斯克原话说，我们的竞争对手是我们自己的进展的速度。OK， 这一句话是原话。但是我们密切关注中国航天的发展，原话。所以你怎么看中国航天？我其实不知道怎么看中国，但我知道说中国举国之力，国家队，那并且中国航天这几年所发展的这个速度，跟这所有的做的项目，以我们在海外非常这个受限这个资讯之下。我认为反正中国这未来的这个太空最大的两个参与者一定是中美，这是非常明显的。当然今天你可以说SpaceX 代表美国的航天非常的强，但是它在美国的这个主体的内部，它是怎么打破旧有的权力结构冲出来的呢？我相信旧有势力肯定不想看到这一点。他们在双方有这种权力非常狰狞的时候吗？我觉得在今天这已经不是一个狰狞的时候了，当然，对不对？这已经太明显了。但是呢，你说像 SpaceX 刚出来的时候，对你说在早期我们加入 SpaceX 时候12年的时候，当对方像波音、像 ULA OK 有比你10倍多的资源跟无限的这种的对我们来看像是无限的这样资金的时候，对不对？他们有没有就时时刻刻的 OK 打击 SpaceX， 有没有想要泼冷水？为什么这样？当然 OK 随时随刻，对不对？伊朗不是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 interview 吗？就是他在这个 interview 里面他差点都哭了
为什么哭了呢？因为那个时候 SpaceX 在身为一家早期的公司，那在挣扎中 OK 想要快速求增长，并且想要对这个业界里面做出一些突破 OK 做出一些真的就是把这个业界往前推 OK 那他在年轻的时候非常向往的一个偶像就是 Buzz Aldrin OK 那 Buzz 呢是世界第2个登陆月球的人，在阿姆斯壮那个时候阿波罗11的时候，对，那Buzz 讲了一句话，对不对？就是他觉得说 SpaceX 呢这家公司 OK 最终会搞砸的 OK 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干嘛 OK 就像是一批对不对？就是硅谷的这个牛仔OK 在他们认为说他们可以以这种很新颖的东西就可以去做这个太空 OK 然后创新太空，但是太空是一个非常不容忍任何的这种错误，非常精准，非常 OK 我们要把它非常慎重的一件事情 OK 让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在早期的时候基本上 SpaceX 就是面临这样的，就是我在自己里面在推已经非常的累了，那我好不容易做成的事情还被外界这样在时时刻刻在那边泼冷水，他也不是刻意的泼冷水，因为对方有比你10倍多的钱，对，在华府在所有的这些东西我就时时刻刻反正我就靠钱在那边给你到处泼冷水，但是最奇怪的这些人同样是在那个泼冷水那个时候在现在也是同样一批人在那边说哇 SpaceX 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公司，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全世界最大的独角兽等等的这些人，对，所以当然 SpaceX 都经历过这些时刻。他是在哪一刻就冲出了旧有的势力？你觉得是哪一年？我认为说这不能够说是哪一年，但是我认为说这个东西与其说 SpaceX 倒不如说是 NASA 之间的改变。OK 在 NASA 对 SpaceX 其实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计划 OK 也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 NASA 在这个 SpaceX 计划之前，所有的太空计划都是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就是对所有不管对波音啊，还对所有的航空航天 OK 政府对大企业的单都非常有名，就是一个叫 Class Plus 的一个单 OK 也就是说我叫你做这个事情，你要花多少时间没问题，你要花多少钱也没问题，那你要花多少钱之上我还确定你在这个钱上面你还会赚钱，这样子的一个合约。那你想想看在这个合约之下，你觉得说在传统这个企业能够干出什么事情 OK 那 NASA 呢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OK 就是说我们现在不要说别的，就说现在即将登月的2个火箭 OK 一个呢是 NASA 自己开发的 SLS OK 在2011年的时候启动，花了差不多快20几年的时间，比 SpaceX 差不多快5倍多的资金250亿美元继续在 counting， 然后能够做出一支远远 OK 就比不上星舰，不管是在载体还是在回收等等这样的一个火箭，这就是一个非常明显在一个所谓这个旧美国太空时代 OK 所产出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标榜的一个产品。那 NASA 在意识到这个点之后，成功了 OK 推出了这个跟民营企业，也就是说 NASA 从一个在2000年之前美国其实是一个政府主导的一个太空 program OK 到了2000年以后其实是一个政府辅助 OK 的一个太空的一个计划。那在这个计划第一个最有标榜的 OK 就是 CLD， 也就是 SpaceX 第一个这个就收到了这个第一个的这个合约，然后能够订单，然后补给这个太空站。这就是所有这新的 NASA 在一切的开始。那 NASA 在这个的学习上面学习到了 OK 这个民营企业的这个效率，并且然后培养出了 SpaceX， 所以这个模型现在开始到了所有这个计划，也包括了现在在太空上面的这个国际太空站，2000年初的时候成立 OK 花费了将近1000亿美元 OK 完成，是全世界到目前为止还是最贵的建筑。
OK， 那2030年太空站即将退役 ，NASA 决定说我们不会再做新一代的太空站，我们是像 SpaceX 的例子，我们需要让民营企业开始接单，所以这是一个从 NASA 开始的一个转变，那它会影响就是整个的这个太空产业。NASA 为什么会有这个转变？这个也很有意思，它其实把这个产业从一个国家主导变成了一个企业主导的状况。我觉得很简单，因为 NASA 已经被边缘化了，对不对？你再不做出一点事情来，就是过去的这个30年躺着 ，OK， 总会有一天 ，OK， 你需要交代，那它需要引入鲶鱼，对不对？这也不可能，就是说永远的让这个系统下去，就是任何人能看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扯的事情，对。所以航天业慢慢的会越来越汽车产业化吗？我觉得 SpaceX 已经是证明了这一点，并且这个思维嘛。那其他的产业如果要能够跟得上 SpaceX， 并且能够竞争的话 ，OK， 他们至少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造一个火箭可能真的就像造一个车一样。Well， 我觉得你造一个车子的概念 ，OK， 是说怎么样把一个东西从一个工艺化、高度的精密化做一个少量化，怎么样能够把它大量化、稳定 OK 的产出。那这个东西在 SpaceX、在飞鹰9号跟在这个星舰等等 ，OK 已经是贯彻的。那我觉得整个行业也是朝这个方向在走。你怎么看待 AI 和航天的结合呀？ AI 会怎么改变航天业吗？我们刚刚有讲到嘛，就是 AI， 我们最开始聊了一会儿，对，刚刚也聊了一会儿，就是 AI 怎么样，就是在航天怎么帮助 AI，OK， 就是在太空建设这些新的 data center 啊，这些都怎么样的可能性？你是觉得航天帮助 AI？我认为这是一点，OK， 就是以前就是 SpaceX 跟 XAI 结合，接下来想要做的事情。OK， 就是说在这个新的这个空间里面 ，OK， 快速建设这个算力，那这个是 SpaceX 要做的事情，并且 SpaceX 可以做到的事情。那我不认为说这个东西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题材 ，OK， 即使对 SpaceX，OK， 那你说换句话来说 AI，OK， 做起来怎么样能够帮助航空航天？现在不管是 SpaceX 要做的事情，在近几在这个 data center， 或者说你说更远要去火星，其实在很大的一块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材料科学，还是未知这一块。OK， 还是需要不管是 AI 的辅助的这个开发，或者母舰模拟 ，OK， 下去这样完成。我觉得很多人讲 SpaceX 的时候不会讲到的，就其实呢 ，SpaceX 呢能够这么快的这个成长 ，SpaceX 呢，你可以简单来讲，它可能是一个最早的一个 AI 公司。为什么 ？OK， 就 SpaceX 呢之所以能够这么快 OK 的成长。当然 SpaceX 很努力 ，SpaceX 人很聪明，但是呢，有一大部分是因为 NASA 有非常非常多在过去几十年 OK 所累积下来的数据，给了 SpaceX， 所以它的起点比任何人都够高。那 SpaceX 也以一个现代就是21世纪的公司的方式去开发了火箭 ，OK， 运用了大量的模拟，运用了大量。这些反正在这个模拟方，在软体方面的资源，能够快速 OK， 能够理解，在一个系统，他们需要把所有资源所 focus 在一个方向。那这也帮助一家一个小型的初创公司，如何以非常少的资源 OK 能够做到非常非常大效率，就是大公司可能花几十年做的事情。能不能以你管理过的飞鹰9号为例，能不能讲讲 AI 在其中参与了哪些环节？在我们这一方面 ，AI 会参与的比较少。AI 比较主要多的是在这个产品的这个开发跟这个模拟方面。OK， 在 AI 在SpaceX 所建造的他们自己内部的这个世界的这个模型，因为火箭模型。但是在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接下来模型以后设计出来的东西，流程、生产、供应链这一块 ，SpaceX 用的比较少。在我那个时候，但现在非常明显。你那个环节，你说的是上游吗 ？AI 可能渗透的是更偏中下游的部分。
中下游当然有 AI 一个很大的展现空间 ，OK， 不管是在控管，不管在应用方面，但在上游，就你怎么样运用最新的开发工具，最新的这个模拟，然后能够在更快速、更有效率 ，OK， 能够来基建这些最重要的这些火箭的这些设施，这个东西我相信 SpaceX 在跟 XAI 结合以后。或许会是这是更加码吧。你怎么看马斯克要在太空建设 AI 数据中心这个宏大的计划？这是一个的确太空提供的一个 SpaceX， 就是跟数据中心有个一个可以成立的东西。像我刚刚说的，在美国建设数据中心的2个难点：空间，并且这个执照，然后还有无尽的能源这一块，太空能够快速的解决，至少可以 SpaceX 可以快速的解决。对，所以我觉得是一个不是一个疯狂的一个说法，但是呢，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路。它是不是首先需要把算力发射到太空上？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你可以想想，就是除了 Starlink 以外，另外的一个卫星的群吧 ，constellations。这是可能的还是不可能的？从一个工程的角度上是可能的，但是呢，是一个难的工作 ，even 就是即使对 SpaceX 而言，都是一个难的工作，就是还是有一些在上面需要克服的这个能够长期并且能够量化的问题。那我说的不是说这个东西能不能做到，我说的主要是说这个东西做到了，有没有办法是跟地面上的数据中心是能够竞争的或者超越的？因为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就没有意义。OK， 那所以我说的标杆是做后者，不是说那么做到当然很简单，谁都可以做到 ，SpaceX 当然可以做到，很多公司也可以做到，但是能不能做到后者，我认为 SpaceX 就有具备这个条件，但是不是一个简单的路，而且还需要发射成本。发射成本我觉得是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一个问题，除了发射成本，还有很多其他需要解决，在把这个东西像它整个的效能化，能够比地面上的数据中心还要更算得过账这方面的问题。你看 Sam Altman 最近就说马斯克的太空算力非常可笑。我觉得他眼红吧，他自己反正我觉得 OpenAI 也我不在这边说太多这种 trash talking 的话不要说新的机会，但是我们就持续就是在 SpaceX 就知道整个太空的接下来这怎么发展，让我们跟很多可能基金不太一样，我们不把太空当成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标案，就在我们而言，其实在太空或者在地球上，其实它是一个一体的。有一些东西适合在太空或者太空加上地球上的这种东西这个设置能够加持。我们是这样整体，然后来看这整个系统式。那我们相信，就太空特有的这个环境，不管是你刚刚说的，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数据的这个传输的这个速度，或者是这个非常特殊的这个低引力，还是太空特有环境，能够做出很多地球上就做不出来的事情，或者需要花费大费成本所需要的事情。OK， 那我认为在太空会是更有效率，所以呢，在接下来这个时代吧，我觉得可能就是像很多人讲 AI 一样，就 AI 呢不会取代任何的人，可是呢，懂 AI 的人 OK 绝对比你更有优势。那我觉得接下来这个同样这个话就一样 apply 在这个太空这个领域里面，就是谁能够结合天上天下，然后成为一个真的更有效率终止的一个系统，这是我们现在在关注的一些公司。比如说什么样的系统？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看的 OK， 在太空这个特有的环境里面，在天生的我们现在在讲这个晶圆跟晶片 OK， 是一个大家现在都在紧急在制作 OK 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对，那大家也知道做一个晶圆厂需要花费就几十亿美金 OK， 非常多久的时间 OK 能够建造。
但是如果大家如果去细想，你用这么多的钱所制造的环境是什么？其实很多时候你会想，这东西不就跟太空现在天生的环境就很类似吗？你简直就是花非常大笔的资源 ，OK， 在地球上想要做一个太空，模拟一个做出一个太空的环境，那为什么不在太空做这件事情呢？那以前可能没有这一个选择，但是现在我们即将就是在这个时代，这是一个选择之一，因为 SpaceX 打开了这个时代。SpaceX 能成为一个多大规模的企业，在你心里？回归到马斯克的话，这回归到 SpaceX 自己，对不对？SpaceX 呢，以前呢成长的规模，对不对？它对标的是波音这些大怪兽，对不对？它没有这些大公司这些包袱，它给这些弹性。那如今 SpaceX 今天有到2万人，覆盖了就所有你可以想象的，不管是卫星发射、飞鹰9号等等，对这样的这些事业群，对，所以 SpaceX 接下来的10年要如何能够维持 SpaceX，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那如果 SpaceX 能够持续这样的保持就之前的这种速度跟这灵敏度的话，那像我刚刚说的，这 SpaceX 的这个上限，我觉得太空低轨只是第一站，火星只是第一站，月球只是第一站，整个这个环境比地球大太多太多的环境，在于一家公司的底下，我觉得你可以想象这个市值是多少。你拍一个。我觉得时间吧，对不对？但是我近期我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对不对？我都没有就是出售我的这个股票，因为我认为 SpaceX 至少是一个万亿级的公司，在地球上面的这个就所有的应用，至少说了好多遍至少。然后还有呢，我觉得 SpaceX 可能做了2件事情吧。第一，就是当然它打开了太空，给所有这些企业继续去开发 ，OK， 把这些降低成本，然后提高这些生用率。那我觉得另外一个 SpaceX 做到的事情，因为 SpaceX 跟特斯拉 ，OK， 在美国这边创造了一批 ，OK， 跟马斯克一起懂得怎么样在美国这边做高深硬件的一批的年轻创业者。那这一批大家都认为在美国生产做硬件，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感觉中国更有供应链优势。这绝对是的，绝对是。那美国在这个新的这个领域底下，如果真的要竞争，那当然不能够直接把就是中国的厂 OK 直接搬来美国再重新再做一遍。OK， 那这些创业者跟了马斯克，不管在特斯拉，不管在 SpaceX， OK， 懂得 OK 从0到1怎么在美国这边 OK 做出全世界最先进的这个硬件。那这一批创业者像我刚刚说的，还20几岁、30几岁，非常年轻，然后又有头脑又有资源，所以这批创业者接下来所开发的接下来的第2个项目，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 Grand 的这些 SpaceX Mafia， 也是我们非常就是基金非常关注的一些项目。那这些不管是像你说它不一定是在太空，可能是一个超音速飞机，可能是一个迷你核能，可能是一个新的晶片是产业等等。OK， 但是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美国呢的投资还是美国关注过去20年 OK 都是在软件的产业，不管是新的这个模型 OK 新的 App 新的这个互联网，那美国呢正在有一批除了软件以外可以知道怎么样做一些智能硬件，那做下一代整个的工业化的一些创业者现在正在开始。他们跟马斯克的关系是什么呀？他们一定跟马斯克是有一些共事关系的吗？有一些一定有，对，那有一些当然 OK 公司这么大，不可能每个人都跟马斯克有关系。在美国做高深硬件的有什么know how呢？怎么在美国能做高深硬件呢？哇，那首先要懂得美国，懂得美国当然就中国人讲那一句话嘛，天时地利人和。那我觉得在美国人和就是你要熟悉美国的独特的环境。对，那美国也不是适合做硬件或者不适合做硬件，那美国有50个州，
50个州，你可以相对甚至有50个法律，对不对？那也有一些不同的州有不同的这些强项。对，熟悉怎么样？熟悉这个土地，熟悉这个环境，那并且能够跟这个地方能够融合的人。然后同时，我觉得呢，又有世界观，那能够知道怎么样，这个全世界有了什么，那能够结合这里的这个优势，我觉得这是我们在找的创业者。这里的优势是什么？是资金更充沛，这是之一。对，那当然在开发、在迭代、那在算力等等 ，OK， 我觉得美国这方面都有优势。那你可以换句话说，其实美国也不是说在硬件上面没有优势，我觉得美国有一批非常非常厉害的硬件的开发者，因为美国天然的环境，我就让他们从小反正动手的能力非常非常的强。对，但是呢，美国呢，我觉得我们身在加州可能会觉得说这些生产可能不太可能，可是美国还蛮非常的大的，如果你到中西部或者你到其他的地方，其实还是有很多很适合能够做硬件的地方。你这么说，我突然想到，为什么在新能源车和在航天，似乎都是美国都是靠马斯克这匹独狼啊，是吗？中国好像不是，中国就很卷。我觉得现在是因为现在是风头上面嘛，可是我觉得现在接下来这些 SpaceX Mafia 从马斯克体系里面出来的各式各样的这个发展，给不管是在能源界，不管是在新的制造，不管是在车界、航天界等等，我觉得接下来会有更多的这个新闻他们的发光。你觉得包括中国的工程教育系统，包括它完备的产业链，中国的航天在追赶 SpaceX 上，它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呀？我觉得我蛮难评语这个东西，因为我不太知道就中国的境况。但是中国知道自己的优势 ，OK， 中国在生产、在迭代上面 ，OK， 绝对是能够卷过全球。那如果是朝这个优势走，我认为应该就是对的方向。对不对？我认为这是两个独立的一个土壤，然后会培养出一批非常尖端的这些创业者。就像现在的这个产业一样，中国有很大的公司，对，美国有很大的公司，我认为是一样的。但这东西没有什么，我认为这可能是大家最大的这个误解哈。这个可能是大家会认为这是中国或者美国谁比较厉害，谁跑得比较前，谁比较有点像这种就是你知道吗？你我这样的一个的观测。但是呢，大家我觉得没有意识到的是，太空的这个空间跟这个潜力，可是需要双方大家一起这样努力。那当然是太空有一个我认为最 ironic 的一个地方，中国的太空空间是什么？美国的太空空间是什么？没有所谓这个空间，所有的东西都是环绕着全球，所以太空是唯一一个全球必须一起共事、一起合作，那一起共同发展的地方。你管理过太空站啊？在太空站上，什么东西是特别影响用户体验的呀？我们呢，其实不好意思，我们刚刚投了一个太空站公司，这是呢，你知道在太空站这个领域里面，全世界有17家公司正在做这个项目，然后我们投了其中的一个项目，可能是最新的一个项目。那为什么我们投了这个项目？有2点。第一，它有非常非常多的 SpaceX 的人 ，OK， 在这个里面，所以它里面的 DNA 跟 SpaceX 密切的关系非常非常的近。OK， 那第二，也就是在这个前提之下 ，OK， 他们要做出一个全世界前所未有的一个新的一个太空站。也就是我们说过，在太空这个环境里面，有一个最特色的就是一个无重力状态，或者一个少重力状态，东西都是飘的。OK， 那刚刚讲到，那在生活里面 ，OK， 在这个太空里面上厕所 ，OK， 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问题，还有很多事情是一个很难的问题。OK， 那这个大家可以去 Google， 可以去想象说这为什么难。那这家公司要做什么呢？
这家公司要做全世界第一个有一个可控地心引力的太空站。 make sense。 不是有地心引力或者没有地心引力，是一个可控地心引力。也就是说，我们人类将迈入到一个新的一个世界，就前所未有，在地上没有的一个世界，就是在一个空间里面，我们除了能够控制它的温度，能够控制它的压力，我们还可以控制它的地心引力。这是人类前所未有、完全没有的一个第三维度，那我们即将迈入的一个世界。那当然他们对外讲，就是这个地心引力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可以有一个世界的第一个冲水马桶在太空里面。所以之前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哇，你想想这个吸尘器或者这个无重力这个东西，你可以想象这东西漂浮在里面 ，OK， 你要怎么去用这个东西，那并且是怎么使用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可以上 YouTube，OK， 应该有一些非常这怎么说？这个 graphic 的这个显示或怎么使用这个东西。OK， 这个是个科研问题还是一个工程问题啊？就是可控地心引力是一个工程问题。哦，是一个工程问题哦。科学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物理问题。它已经实现了吗？它不是实现，它是一个很简单的数学，就物理完全是可以证实出来的事情。那之前怎么没有人做？因为之前为什么很多事没有人做？为什么之前没有人做星舰？为什么之前没有人做回收火箭？很多人都会说创业要聚焦，要专注。你看马斯克同时能做这么多的事情 ，SpaceX、Tesla、XAI， 等等等等，他的时间是怎么分配的？他会平均分配给这些公司吗？我不知道 SpaceX 如果马斯克现在会怎么分配，但我知道马斯克的态度，他一直认为说他的时间只配把自己放在公司最困难的那个问题上面。OK， 就是他所有的公司最困难解决不了，需要大家同心协力，这个时候马斯克会出现。这是我们跟马斯克共事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体验。也就是马斯克不会在这边跟你一起庆功，哇，我们这边今天庆祝了这边飞了300次回收，了不起。但是你在这个机械坏掉了，并且这个机械阻止所有火箭就是开发生产前进的时候，你会发现马斯克一定在那边跟你一起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只用一句话评价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我到现在目前为止我认为是最厉害的领袖吧，也是一个我们对创业者衡量的一个标杆，那也是我自己成长的一个标杆。我觉得加入 SpaceX 好像是你前面的这段人生经历里面最疯狂的一个决定。当下是，当下绝对是。对，那现在回头看，雅是一个很真的也是蛮疯狂的经历，那其实也蛮好运的经历，对不对？我觉得很多的创业公司跟我们经历过类似的故事，但是最终 OK 没有我们的成果，那我觉得运气绝对是一部分。OK， 那我们感恩。我最后会开始进入一些收尾的问题。收尾的问题。就我们每一位嘉宾都会给观众推荐一本人生之书，他要真的对你人生有过影响，你会推荐哪一本？好，我们现在讲太空。那其实呢，我很喜欢《硅谷钢铁侠》这本书。那写马斯克有2本书，一本是《硅谷钢铁侠》，另外一本是他所谓他的自传。我认为那一本自传有硅谷钢铁侠可能10倍多的资源跟时间，可是我认为他表现的并没有硅谷钢铁侠的好。也对一个可能现在的创业者，或者对这个领域里面新创我感兴趣的人，我认为《硅谷钢铁侠》是一个值得去看的书。你觉得为什么马斯克传有10倍的资源，但是你觉得没有硅谷钢铁侠表现的好？我个人认为他没有把他的重点放在马斯克公司应该最重要的精髓，就是我们现在今天讲的这个部分 OK， 而是在
一些他自己比较好奇的一些立场 ，OK， 这上面对，不管是政治还是跟这个 X 后面的收购有关，which 跟我觉得不是马斯克最重要的部分。你觉得这个工作能代表马斯克？我认为工作呢，绝对代表马斯克，因为马斯克是一个非常极端、专注，并且永远 focus 的一个人，所以我当然他的一个 typical day 会是什么样？那个时候在 SpaceX，OK， 马斯克即使不要说一个 typical day， 马斯克 typical week， 他一个礼拜怎么样，对不对？那个时候呢，礼拜一早上进 SpaceX， 以每隔20分钟的时间开一个会。从早开到下午，下午的时候呢，走个整个厂房，然后到隔壁的走了整个厂房，到后面特斯拉的设计总部看特斯拉新的设计，然后完了到隔壁的这个私人的飞机场坐飞机上北加去特斯拉，在特斯拉礼拜2、礼拜3飞回 LA， 礼拜4再进 SpaceX， 再一样重复。整天的这样的会议，礼拜5到周末可能去见了各国的元首，还是在做什么特别的这些项目，不管是 Boring Company 还是 Neuralink， 这就是他的一周。早上一般几点看见他？不定，因为按照，但是呢，有一个蛮定的，就是马斯克的会议是20分钟一节，然后完完全全没有间断，从早到晚。那所以呢，我觉得做他的这个秘书或者安排他会议的人，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超人。还有几个秘书？我们在的时候有2个，只有2个秘书，2个，但是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秘书。其中的一个也是我们现在一个非常 close 的一个合作伙伴。他的晚上最晚可以几点钟看到他？我们在 SpaceX 我没有刻意去关注这个点，但是从我的伙伴特斯拉来讲。就说马斯克什么时候最喜欢去特斯拉的产线上面？也就是晚上11点过后，就是大夜班到清晨这个时候是马斯克最喜欢看产线的时候。在那睡觉？也不是睡觉，就是在看第2班，在深夜的时候的整个的运转，然后看这整个里面有任何 OK 不符合逻辑或者是一个。就是愚蠢的一个流程，然后把它在那个当场就去掉，这是马斯克蛮喜欢做的事情，在特斯拉。他在 SpaceX 会干这种事儿吗？我没有听说过这个类似在晚上的时候做的事情，但是类似的事情我可以常常做。也就是说，譬如说我们在 SpaceX 有某一个部位，像我刚刚说的延迟了，或者是有问题，那你肯定发现马斯克肯定就待在那边，可以直到这个问题解决。马斯克是不是硅谷这边还蛮喜欢用华人的一个商业 leader？ 为什么？我觉得马斯克在特斯拉里面 OK 透过上海超级工厂 OK 可能我觉得他一定有他的这个感触。那在 SpaceX 里面华人是非常非常少的 OK 因为 SpaceX 的性质不太一样 OK 属于航空航天，那也是反正监管什么啰里啰嗦比较多，所以 SpaceX 呢是基本上白人居多，对，我是非常少数的这个华人，更不要说华人高管。那还有一些快问快答，一个全球范围内你喜欢的食物？我超喜欢吃面食，所以我喜欢吃台湾牛肉面。一个全球范围内你喜欢的地点？我可能上辈子是意大利人吧，我喜欢意大利。一个少有人知道但必须知道的知识点，可以是一个冷知识，我觉得你可以讲一个火箭里面的知识点。火箭知识点，好，我们讲一个太空的吧。你猜现在这个低轨有多少差不多10公分大小这样的碎物在飘来飘去？这应该很多啊。很多，3万多颗，10公分大小。那以非常非常超音速的飞机在进行，所以呢，其实在低轨这是一个需要解决并且需要克服的问题。基于你当下的认知，你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 bet 是什么？那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我们相信呢，太空才刚刚在起点，
当然很多人喜欢说它是一个10000亿元的一个产业。OK， 我认为不要这么直观的看它是10000亿还是怎么样，但是它呢是会一个跟地球，它跟接下来的发展一样大，甚至更大的一个产业。这是我们的 bet。你会持有 SpaceX 的股票到什么时候啊？当然，这个不作为任何投资建议。我要不需要卖的话，我永远不会卖，永远不会卖。永远不会卖。好的，我们的工作室叫做语言及世界工作室。当你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你在想什么？这个世界最伟大的发明就是语言，所以你们在探索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